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在哪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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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在哪儿呢？太累了。外星人。电解质，为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我是张记者。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D号房的鼠王依旧没有归案，所有人都被 D 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他到现在还在看着我们。D 号房红鼻鼠等同于 D。红鼻鼠。今天我接到线人举报说，这附近一栋楼发生了高空坠亡案件，可能跟这个鼠王有关系。我来看看。哟，死者后脑出血，符合高空坠亡的特征。胸前贴着鼠王的标志，写着冒牌。他的手指缺了2个手指，这不就是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个 D 吗？欢迎来到狩猎游戏，玩家已入场，游戏开始。他怎么死在这儿了？我去看看楼里什么情况。哇，这大半夜的还亮着灯。这卖鞋的，我鼠王大人，执掌正义的 King， 我要为鼠王举大旗，鼠王想见你。嘿，干嘛呢？干什么呢？基佑私立中学干什么呢？啊，这儿不能拍照啊！我是一个记者，我来调查，这不是出事了吗？现场已经发生命案了，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报警了，有关部门马上来，你现在赶紧走。有关部门，我就是有关部门的人。别拍啊！别拍照！为什么不？你是谁呀？你是谁？你我是这儿的住户，鬼祟祟，还拿手机在拍，走，赶紧的！啊，你跟鼠王是什么关系？我一定要查清楚！快！我走了，赶紧的啊！你别乱拍照，我告诉你。走，别再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我一定会回来的。西柚市近年来发生了5起关于鼠王的案件。
市民们暗地里对蜀王的狂热已经渐渐失控。我根据5份卷宗，找到了蜀王案件中出现过的相关人员，并一一给他们打了电话，希望能够配合我调查，一起找出真相。你给我预定那个膜跟那个电池，电瓶已经到了，然后你记得来找我取啊。那给我呀，我这么近你不给我吗？我不知道你在，一会儿你给我去取就行了。哦，到了离这近是吧？不远。你们，哎，这位是容祖儿吗？你好，我们这儿，哎，你看多可爱。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有这么多少女，我不需要，不喜欢吗？多好看，都是可爱的娃娃。吃早餐了吗？要不要来点早餐？哦，不吃，来一点。没事，我这上班呢。哎，你看，那人你认识吗？不认识啊。Single girl, I'm a single girl, I'm a single girl, I'm a single girl. 哎，请问你是那个何米？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我们今天是非公开的活动，不允许签名。当然，我们欢迎您去参加我们何米南的线下的活动。我请他吃个油条。啊，哦不好意思，我们不吃。我戒碳水，谢谢。不好意思，你们所有的事情，关于何米南的事情都要通过我，好吗？那你吃个油条吧。谢谢您。你也戒碳水。我也减肥。好，行。经纪人，这是啥呀？好想要啊！不入流。什么不入流？这爬行流啊！来，我是刘。哎呦喂，我呦，怎么了？怎么啦？哎呦！哇！各位久等了，玩家已入场，狩猎游戏开始。哇，是你呀！我就知道是你。为什么有人对我毫无反应？他又是谁？他看不见你，你就看不见你，他那个导盲犬，待会儿过来。对啊。我就是蜀王就是我。我是你们认识的张记者。呀！还穿网眼是怎么回事啊？见我们啊，这么客气吗？客气。来坐，咱们落座聊啊。我是调查蜀王案件已经长达5年的张记者。昨天我跟这些案件的有关人员吧，全部打了电话，但是愿意配合调查的呢，只有你们7位。葫芦娃。刚才我为什么戴着蜀王的面具进场，也是希望看一下大家对蜀王是什么态度和反应。我崇拜。你崇拜？然后你们彼此之间因为都不认识，所以大家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啊，我是你们黑夜中的灯泡，饥饿中的面包，冬天中的棉袄，跟夏天里的雪糕。我就是你们的外卖，我是骑手。赶紧接吧，外卖骑手。赶紧接订单吧！喂，不是往上推，把那绿的往上推，往上推。喂，这一天送不了几单啊！喂，没空，哎，对。你这骑手，咱就是说，咱们单也不能太多，因为我是专门送各位宝贝啊，这里全是宝贝，好不好？你看看哥们儿这个快递箱，对不对？给各位送宝送贝啊，我叫做大宝贝。适合你啊，太适合我了，除了沉没有别的缺点，太棒了。我是你最大的缺点。
为什么？除了沉，没有其他缺点。拍灯，爆灯爆梗。大刘了吧？有，天魔技术哪家强 ？AKA 刘魔王，我就是天魔 boy， 没有 S。没有 S 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是独一份儿，我是独一份儿啊，就是天魔技术最好就是我，全是炮队。哇，什么全是水印儿，太好了，乱七八糟的，哇，你这跟那细菌的似的啊！我那膜贴完，我这屏幕跟骰子似的，全是泡，真的是。你能在那一直摁它，就特别好玩啊！大家好，我叫何米南，你也可以管我叫何米南，我18岁。虽然我不是何美男，但是我在西柚市的影响堪比何美男。我是西柚市数1数2的唱跳 idol。哦，我知道影响了什么？影响了我们的食欲，对不对？哦 no， 我跟你说，因为你不是我的那个主打人群啊，女孩子们都非常喜欢我。马上将迎来我的首场的 live house， 欢迎大家前去为我打 call。啊，那要先变成女孩子啊。啊，先跟我联系啊，回头先跟我联系，在这里登记。啊，对，这是我的经纪人大人，我最近正在苦练我最喜欢的一首歌《Single 老根》。I'm a single logger, I'm a single logger, I'm a single logger, I'm a single logger。内娱完了。这年轻人有点意思啊。I'm a single logger, I'm a single logger。哎呦，这首歌好听啊！我的手既能操纵方向盘，也能打键盘，就是不会跟你打算盘。我是手速不详，遇强则强的游戏陪玩迅速。那方向盘又是什么呢？就开车。就是人家一边玩，他在旁边开车，也开车也陪玩，就是你兼职代驾。对，来，这位气功大师，您是要气功大师，身体要练好，那可不嘛。早餐要吃饱。我就是打工人的饭搭子，我是陈记粥铺的老板陈练。不是这个粥啊，好多的时候是给有缘人的。你卖粥就卖粥，还等人上价值了。有缘人1元、2元、100元。那你为什么穿得这么的清新脱俗、气宇非凡？遇到一些事情就变得很豁然。我豁然，刘豁然啊，好嘞，刘豁然，自个儿留货啊，还得给着啊。最神秘的人来了。西柚，Nice to meet you。 I want to see you， 应该是 See you。西柚市不缺新鲜事，且听我来给你们讲故事。我是新传媒公司的新闻主播欧利维亚。都不认识我吗？你们不应该不认识我呀。哦，所以说你叫李维亚，然后就说哦李维亚是吗？哦李维亚，对嘛，老说嘛哦李维亚嘛，在公播硬不认识了，就很有名的那位新闻主播，对，老李嘛，老李来了，老李来了，越来越离谱，离大了。我必须说，因为您上镜没有您本人好看。哦，谢谢。你的美貌真的应该被人亲眼目睹。啊，谢谢您，太会说话了。下一个大红的巨星一定是你。哦，已经很红了。当然。这个得罪理发师的那个经纪人，你好。为什么是得罪理发师？你自个儿看看呀。怎么了我？怎么了我？好看，我眼拙。只有我不想捧的人，没有我捧不火的人。我叫龙火。容易火吧？我叫容易火。容火。我叫容易火。所以呢，我是这个城市非常有名的 MCN 公司的老板，所以想火就找我。您曾经捧过谁呀？说给我们听听。
常有名的，比如说苏网红。什么苏网红？哦，苏网红这个人有问题，我跟你说。刚才聊天的时候已经牵扯出一些大家不认识的人了啊。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介绍。这5年间呢，我收集了跟蜀王有关的案子，也许能把你们串起来。这么多啊！04年9月20日，西右市被害人是甄纺芝和小红，凶手是熊大强。熊大强已认罪，贴了一个蜀王的标志哦。熊大强是我哥们儿，熊大强是你哥们儿，对，但是他确实犯了这件事情，我对他也是嗤之以鼻。这个刚才好像有人知道，网红宠物犬杀人案，2008年1月31日，苏网红被害，凶手是金毛，也是贴了这个。第3个案件是网德福老板分尸案，2009年2月20日，被害人狗老板也是贴了这个。这个是我有经历过的一个分尸案。西右私立中学枪杀案，2009年3月1日，案发地点西右私立中学，被害人徐校长，凶手戴着红鼻鼠面具逃走了。这就是我的学校。然后最后一个案子是烂尾楼坠楼案，案发时间2009年4月30日，地点是世纪院烂尾楼，死者董事长，他是最懂你传媒公司的老板。死者胸前贴着红鼻鼠的贴纸，上面写着冒牌货。这个我是看到尸体了的哦，而我知道刘魔王就住在对那个烂尾楼，我们也有一些事情，然后我不得已在那个烂尾楼里边开了一个摊儿，然后专职贴膜。因为刚刚我挨个在问你们跟哪个案件相关的对应，比方说像容一火，它本身跟这个网红宠物犬杀人案，它曾经有过交集，那我就不会让他再去查跟自己有关的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将会分成4组，暂时先不查外卖投毒案。那我给大家分一下卷宗吧。对，我跟荣，我们俩去查世纪院的坠楼案，然后陈跟欧负责网德福老板分尸案，你们俩刚才也是对此都不知情的。然后何和勋负责网红宠物犬杀人案，就是苏网红的这个案子哦。然后学校吧，对，留下去那个太惨了，私立中学枪杀案。探案神器，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外星人电解质，请各位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有阿外5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满电搜证不限时的奖励吧。外星密语，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今儿谁能抽着就厉害了，8和1啊！我要边上的，我也要边上的。好的，哦，拿到了已经。哦，必须得是您，哎呦，厉害！您看看。他也是，不止一个。都有，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都有，往上滑，你打往上滑。哎呀，都有。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
到满店搜证不限时的奖励，搜到你满意。光地老。那行吧，我们就开始我们不限时的搜证吧。搜证。走吧。开始吧。开始吧。网德福网络。对，就是吧在这里。对。死者是广德福公司的狗老板。狗老板在进入公司8楼办公室后神秘失踪。2009年2月20日凌晨1点，城东西右华庭居民郝居民在扔垃圾的时候，发现垃圾桶内有不明尸块，尸块上印有红笔鼠贴纸，随即报警。哦，这里有人呢。你好。你好。你是？你好，你是？是不是写着呢吗？赵程序。赵程序。你是这公司程序员？对，你们两个这是来是怎么的？参观。你们的公司啊，你们老板不是死了吗？过来查呢呗，说参观。我们参观，看看你们老板。你们也不是第一波了，天天调查，还没完了。你们公司就你一个人啊？没有。这是什么？郑 HR。你们 HR 去哪儿了？不上班吗？他出国了。那就是他跑了吗？你那跑不跑我不知道，就是姓郑的。跑不跑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公司现在是属于一个。你们公司就俩人，老板死了以后跑了一个，没有，你还在这儿坚守，那肯定就是他了。哎呀，你这话怎么那么密呢？我们公司是这样，老板死了，我们现在在这儿值班，值班属于因为等着新老板来接手嘛，不能新老板来了之后的话，一个人也没有，那也不行啊。这儿老板办公室。狗老板在进入公司办公室后神秘失踪，我们可以搜一搜看吗？那你们要进老板办公室，我就给你开门。谢谢。我上厕所，一会儿回来啊。好。不是他进来以后神秘失踪，很奇怪。他进到办公室为什么会失踪呢？这里有密道啊，对吧？看看电脑上有什么。看看还有啥？他进来怎么就丢了呢？这个人，对吧？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是。他们有红笔鼠的生产权。这有什么呢？回收站聊天记录来了，聊天记录。哦，郑 HR 的聊天记录，怎么办？我不会被投出来吧？应该是无聊网友为博眼球恶搞的，来我办公室，什么意思呢？看一下吧，带锁的，上锁的抽屉。找钥匙吧。哎呀，你看看，就你聪明。你看看，网德福网络公司建筑图，垃圾房，垃圾通道，这里是可以出去的。你看，就是有密道啊。然后我们是门进来，是这里，然后这是桌子，密道啊，这里。但这打不开。推不动，所以我们出去看一下吧。走。好。是不是就是这儿啊？啊？是不是就是这个门啊？这个门？不是啊，他是说进了办公室之后没的啊，进了办公室以后消失的呀。这个我看看，这个是谁？0722生日快乐。这有一个那个，啊，他的工牌在这里，郑 HR。这有个密码锁，0722生日快乐。0722是不是？哎呦，我真聪明，打开了，来。西柚室内的包裹啊，这是什么？
投票截止，鼠王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下一个处决对象将会是狗老板。怎么办？我不会被投出来吧？真正的恶人并非单数，而是复数，我也将为他们奉上复数的死亡。奉上复数的死亡，所以把他们分尸了吗？啊，是这个意思啊！我以为是会死很多人，不是死他一个的意思呢。哦，预告帖我已经发出，你作为帮凶也难逃惩罚，但你要是配合，就饶你一命。哎，天哪，有点复杂。好，照程序，看这个电脑。这个什么？红鼻鼠头像。去看现场啊！死者死在这儿了。他是这样的：死者董事长，他是最懂你传媒公司的老板，胸前贴着红鼻鼠的贴纸，上面写着冒牌货。哎，这个架子是不是可以挪的？我们的报告写的是从10楼坠亡啊。哎，你看，这不会是凑巧吧？这有点像鱼线，两边。你那儿有吗？这边没有。那他绑一个什么呢？他比如说，他用一个鱼线，感觉上这儿有一个什么可以承重的，然后他一踩，那这也太低了呀！他肯定不在这儿啊，可能在楼上之前这个架子，有没有可能？进去吧。这就是一个集市，是不是？对，一个集市。你看，这个地方就说：“蜀王大人执掌正义的 King， 我为蜀王举大旗，蜀王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他们把蜀王作为一个偶像崇拜了，伸张正义的。留的这个摊位，哎，这下边有香。大宝贝4月30日预定，就是坠亡的日子。手机壳，蜀王的手机壳。电池，这电池能做什么呢？无良开发商还我血汗钱。刘他的横幅，他应该是买了这儿的房子，结果这儿烂尾了。此事件引起系列连锁反应，纺织厂周边土地被严重污染，导致楼盘烂尾。西柚私立中学代表队再获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大赛金奖。这里边有苏网红吗？或者是有这个学校的人，你有认识的吗？这是我弟弟啊，我有一个弟弟。你弟弟是西柚私立中学的学生。
西柚私立中学枪击案啊。西柚私立中学的徐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进行演讲，突然出现了一个戴着红鼻鼠头套、穿着黑色风衣的人，拿出手枪远距离射杀了徐校长。我们去学校里边找学生聊聊天，还敢说话吗？你说一小孩中学生看见这个，多激动啊！什么激动个屁！这得多少年心理治疗才能恢复？这感觉这应该是3、5年的这个心理治疗的才能恢复啊！哎，这门开着了吗？西柚私立中学。来访登记册，哎，什么？有事来访请联系孙副校长。哦，要打电话。打电话行。3040。哎，怎么说？咱们就是来调查，他不会让咱们进吧？我们怎么说？我们说我们那个有外卖吗？你说有外卖啊，那只能这样了。弄半天我还是外卖啊。他是谁？孙副校长。孙副校长啊，孙先生。还有那个这个会议等一会儿我再开，稍等一下啊。喂，你好。哎，你好，您的外卖到了，我们是孙先生吗？哦，我不好意思，我没点外卖吧？应该是打错了，不好意思啊。行了，开门，赶紧的，我们来查案呢。你别这态度，您是上帝，哎，真是没有，我们就是来帮您鸣不平的。您有什么那个冤情，我们能帮助您。哦，你们是在哪里呀？在你眼里和心里啊，然后在您门口啊，新门口。哦，好的，稍等一下啊。好嘞，过来啊。来，哎，得，您不急啊。还嚯，真是，那我们躲在这儿吓他吧。孙副校长，哎呦，来了。您好，哎，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吗？您之前出过什么事儿，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来看一看，帮助您把那个事儿给捋清楚了。我们是正义使者。好，谢谢。一看您的眼神就知道，啊，您需要正义，我们来帮助。对，因为我们这边接到了您们这边的那个报案的受理，所以说，对，我们要来调查取证一下。对，啊，你们是来调查这个事儿的？对。但是可以我冒昧的问一下，校长死了，您怎么还是副校长呢？啊，对，这个不好意思，这个不方便透露。是这样啊，我们学校因为是一个全封闭式的管理，所以你们如果要是想进来的话，必须得进行实名制的登记。哦，实名制登记啊？对。然后我们编一个不就完了吗？不是，不能跟咱们编一个，就是告诉您，我们就给你们说一下我们这个。好，在这儿好。对，我的名字告诉您，您不要误会啊，我叫大宝贝，啊，是真名，对。大宝贝，这个名字好记。那个我是刘魔王，不是牛魔王。刘魔王，大舌头，不是牛魔王。你听这俩名儿就一看就像正经人，正经人啊。好的，那行，大概的情况我现在已经了解了啊。作为副校长来讲，我是衷心的希望你们把这个事儿查得水落石出，把我们学校的这个声誉重新的给我们挽回。也别这么高希望，我们就是尽力啊，尽力。对，毕竟我俩一个贴膜的，一个送外卖。对，正义，我们就心中有正义啊。辛苦了，好嘞。这个房间呢，就是校长曾经的徐校长的办公室。来，好嘞，你们请进。来，行，谢谢您啊。那个，自从徐校长这个事儿出现以后啊，这个房间里边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动过啊。你们两个可以进行调查。行，谢谢您啊。因为我那边还有一个线上的教学会议需要开。行，如果你们要有什么事，给你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行，好嘞，您忙。教育不能停，来，您去工作，对。好啊，您快去啊，哎，好，哎，对。他怎么这么心宽呀？让咱们干这事。我觉得他的前景很大呀，是不是？一般这种都是以谋权篡为基底的，就窜个半截儿有什么用啊？然后，哎，你这么着，你先看着，我在外边看看，咱俩分头看，这样快啊！来，腾飞班，进入腾飞班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校长跟孙副校长聊天记录，等你当了校长再说吧。
副校长其实跟校长还是有矛盾的。开学典礼流程，校长发言，上一期那些在学校公共区画红鼻子老鼠的同学，高3一班的何米同学，大家对鼠王是什么态度和反应？他可能是红鼻鼠的信徒。哎，我看看啊，起床。哎呦，那孩子真不容易。哦，来了。哦，果然，你看，学生心理检测单。休学了，不想社交，总是感到很疲惫，在痛苦跟阴霾中。熏泥，情绪低落、沮丧、疲惫。哎呦喂！哦，这是我们何米，爸爸妈妈家里就牢里蹲，不想上课，不想学习。我看那些学习积极挺有病的。哦，我又看见文振江。熏泥校外自杀了，熏泥，情绪低落、沮丧、疲惫。哎呦喂！啊！怎么这么惨呢？我这才看一会儿，我心里都有创伤了。你看有心理阴影吧？有学生都自杀了，因为这事儿。啥时候啊？是在1月20号，高3一班的学生熏泥校外自杀。哪年？今年09年1月20号，3月1号才出的。咱俩在外边看看。好嘞，我看看现场在这儿。开学，哎呦，好大一八卦呀！何熏，这是红鼻鼠。哦，这就是他们所谓红鼻鼠的。人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的直接被狗咬死呢？狗一般也不会咬死人呢。对呀，尤其是自己家的狗。对呀，奇怪。我们看一下这个 U 盘吧。哦，你看它脖子这儿。这个狗，狗狗，这是视频是吗？哦，这有陈的笔录。啊，保姆，侯保姆的笔录，还有容易火的笔录。与被害人是什么关系？我是苏网红的男朋友。我是苏网红的经纪人。我是苏网红家里的保姆。能详细描述一下案发前你最后一次与被害者的交集吗？30号晚上7点左右，我带了一瓶气泡上头水来找苏吃饭，当时他的经纪人也在。苏网红他嫌狗总是去舔他，就让侯保姆把他关进了卧室。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喝了上头水。陈一直在劝苏喝，然后我们就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31号，我来打扫卫生，后来我被侯保姆吵醒了，然后看见百叶窗下面阳光也透过来了，迷迷糊糊看了一眼手机，已经是早上8点了。我看他们还有点醉，我就给他们做了点暖胃汤。喝完之后，苏便回到卧室继续睡觉了。因为我早就跟苏网红请了假，我就先走了。我在沙发上睡到12点，醒来之后，我跟荣一起去敲卧室门。我们打开门一看，发现他已经死了，阳光趴在他旁边，然后陈就报警了。喝到早上8点，然后喝了暖胃汤，我们可以去搜一搜，去找一找这个。西柚街888号。天哪，你看到都是我的首场 Live House 的。你不觉得这种跟小广告贴到一起的这种，好像？我们就是这么贴的。
哎，这个房子看着888号，到了。走进去看看吧。打扰啦。等于他们在这儿喝，然后这是那个百叶窗，从这儿透的阳光。哦吼，苏网红炫富的照片，这是什么？就是他父亲啊。我们先看这个卧室吧。哇，这个血！这儿有一个这种灯，这上面有泥土。这个被弄到外面去过。还有什么东西？哎，这里有个这样的丝巾，大破洞，为什么会有血呢？我们再找找吧。电脑。这么缺德，往小区里丢狗，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苏网红。啊，他把狗给丢了。这只狗真的和他前阵子开箱直播的那只狗一模一样。苏网红靠宠物开箱火的，竟然开完就把宠物丢了。我这苏网红还查吗？不见得呀，你不能偏信则明啊。再找找看。嘿，我有发现。哎，气泡，哎，这还有这个玩意儿。咱俩一并就给他搜的一个大痛快。狗粮，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真的狗粮。大家坐着看呗。好，还得坐着舒舒服服。咱办案也得讲究一个舒适度啊。行嘞，往这一坐，哎呀，舒服。哎呀，那么我就来查一查啦。病历，陪诊人容易易怒啊，他有躁狂症。把那瓶拿过来。对，安眠药应该是。睡得好，不会情绪稳定，可以安稳入睡，用于治疗焦虑、狂躁和失眠。所以他必须吃这个吗？就是治他这个病的嘛。再看看气泡酒这个里头有没有什么玄给吧？喝了这么多，我觉得应该不是气泡酒。节里呢？刀片，撕碎的一个纸条。对手下的主播，刀片上的血就是你和你医院里弟弟小唐，就是这个是现成的寄的，直接就是这样。这不是凶器，这不是凶器，对吧？对，他给他寄刀片了嘛，这意思就是，就容易火之前被人威胁过呗，杀鸡出来。纺织厂周边土地被严重污染，导致楼盘烂尾。去纺织厂看看。纺织厂顺着有毒的那个对线索往下找啊。西右市纺织厂，苏有钱逃往国外了。
真被杀了。他还有一个主任叫何车坚，跟你家艺人有关系吗？是不是他的爸爸？有可能。进去吧。哦，这是一个纺织工人的谁的宿舍是吧？手机。手机。哎，这是我弟弟的护工。屏保的这个人他是谁？跑贼快外卖平台的记录1点，他去了西柚市医院。啊，这是我弟弟。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弟弟在这个医院。孙小红，你看，孙小红就是外卖投毒案里边，啊，对，承认对2个女孩下毒，对吧？这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儿。04年9月20日，被害人是甄纺织和小红，凶手是熊大强。这个手机是熊大强的。还有一个信息，9月11号，熊大强跟大宝贝的聊天记录。他说的是正义的勇士出击了，兄弟，你就是太老实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9月11号跟大宝贝的聊天记录，兄弟，你就是太老实了。04年9月20日，凶手是熊大强。熊大强是我哥们儿，那就是大宝贝。你觉得是大宝贝？哦，这是当时被枪击的那个讲坛。 但是我们那上面写的说是经调查，所有涉案人员均不具备获取枪支远程射击的能力啊。没人可以获得枪支的能力啊。粘的应该是粘过什么东西。这儿有2个东西，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什么痕迹。哦，你看这个地方。 粘的，对，粘过的痕迹。拿出手枪，远距离射杀了徐校长。所有涉案人员均不具备获取枪支远程射击的能力啊！我在那个讲台上其实发现了一些痕迹。他如果没有远距离射击能力，他其实需要近距离有什么操作的东西。这看你这位置其实也很合适。是不是这儿？这儿对，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这还有个学生宿舍呢，嘿，能进吗？没事，进不去。没事，踹啊！让那个谁给咱们开个宿舍。好，哎，你好。孙校长，我们现在看见了一个学生宿舍，是否您能够方便出来，让我们再去这儿看一下？宿舍是吗？啊，对。 啊，那对不起，这个宿舍啊，因为是学生们生活的地方，里边有很多关于学生这个隐私的东西。他们如果不同意，我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不，那我有一个事想打听一下，宿舍是不能进去的啊。我想打听一下，就这样啊，就这样啊，哎，好，再见啊，啊！我给何打电话，我问问他住不住宿啊？刘魔王给我打电话了。刘魔王。 喂，哎，你说那个怎么了？你西柚私立中学你住宿吗？就是我们这儿有个学生宿舍，然后那个宿舍门现在是锁的，然后校长不给我们开门，说必须得经过学生同意。我们是要经过你的同意，或者说你这儿有钥匙吗？我同意。你同意，但是您有钥匙吗？还是说你同意我们把门踹开？我同意呀。好的，我有钥匙，我有钥匙。来了，他在那儿呢。我有钥匙，但我今天没带。 那钥匙呢？没带。那我们非常想问一下，你们2个是什么关系？我们俩没关系啊，我不认识他。那你们解释解释这个是什么？这是啥玩意儿啊？
何勋，然后还有爱何爱勋，何爱勋，就搁这儿呢，真假呀？怎么个事儿？就是你跟我闺女是吧？就是你跟我闺女是吧？啊！爸爸放过我吧，爸爸！我你闺女，我40多，她女儿特别漂亮，女儿是叫薰妮。哦，薰妮啊，薰妮自杀，薰妮自杀。高3一班的学生薰妮校外自杀，薰妮自杀了。是不是？别当着人爸爸的面直接说这个难过的事情。哦，对对对。还有爱慕他的我，别当着我们的面说。你们想办法开宿舍的门吧。开宿舍门啊！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是涉过愤怒的海。你看，薰妮自杀了，他们2个人的不是，我觉得肯定是疯了，他们2个杀机都很重啊。来访登记册。3月1号这3人都来了。他们3月1号来干嘛来了？容易火来的话，有可能是，比如他毕竟是何的经纪人，他是有来的理由的。对。关于何米南的事情都要通过我。这是我的经纪人大人。然后迅速是因为自己的孩子，那现在陈烈是有孩子嘛？对吧？陈烈没孩子，打电话问一下。喂，嗨。我想问一下，09年3月1号，西柚中学的来访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你来干嘛了？我来送餐啊。送餐？啊。你就说你跟这学校里有什么关系？对，你赶紧说。送粥啊。给人送钟来了是不是？给人送钟来了。哎，你是给校长送钟来了，这人。好嘞，那个我们知道了，行了，一会儿那个你票就挂在你身上了，拜拜。赵承旭，这是密码是什么？代码头像。赵承旭，是吗？不是啊，他应该是红笔鼠。红笔鼠。全拼啊？嗯。哦，好难呢。红笔鼠头像，大家对鼠王是什么态度和反应？我崇拜，我崇拜。打电话问啊。喂。哎，李维亚，你怎么着？李维亚，我是欧里维亚。哦，李维亚。哎，我问问你们2个，你知道关于那个红笔鼠的这些数字吗？密码什么的？就是你们要解密吗？你们是在哪儿啊？我们在网德福公司啊。你要数字对不对？红笔鼠嘛，英文字母的第几位嘛？A B C。我们过来看一眼吧，我们过来看一眼。对。你们在哪儿啊？你们远。快来，2个崇拜者给我们讲讲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啥？现在要哪个密码？要这个电脑，我们想看一下，打不开。它有什么提示吗？跟红笔鼠相关的。鼠王在网上有什么数字之类的吗？你这个态度就不好，温柔点，对我们能不能温柔点？你们冷静一点，你们什么？我们冷静，是你温柔点。你先跟我们讲，你那天到底去学校干嘛？对，换，到底去学校干嘛？3月1号送粥啊！你是送粥还是送钟啊？鼠王有没有 ID？ 哦 ，Right 8641。哦，是不是？对，因为他网上的 ID 嘛 ，RAT 8641。8641。哦，谢谢。我们要去学校。快来！他杀死了苏网红。逼员工加班的猝死不赔偿，狗扣工资的理由5号班门，鼠王最应该审判他们。那个程序员给他点个赞。
他希望蜀王去惩罚他们老板。下一个处决对象将会是狗老板，就刚才那个，又击到他那儿了，所以他也是知道的。怎么样，Ladies and gentlemen， 查得下去吗？啊，查得下去吗？我们那儿有一个房间打不开，贵的2轮。学生宿舍，他去了是不是？哎，3月1号你嘛去了？你3月1号你嘛去了？对不起，我们的态度不对。3月1号你嘛去了？不是太坏。3月1号你嘛去了？3月1号你有去学校的那个什么？对，我去了。你去平事儿去了？没有，我去剑河，因为我听说有一个男孩子长得特别好看。啊，你相当于你3月1号才签的他，你肯定爱。我3月1号才去见的他，因为我只是听说哇，有一个男孩子长得特别好看。你才签他2月。对。这个是什么的？侯保姆，可以给他打电话。曾救助过多只流浪动物，他爱动物。阳光的照料 Tips， 不能吃葡萄。盯紧苏网红，别乱喂，不能吃巧克力。苏网红总不记得，每次都要提醒他。提前去汪汪狗舍拿合作蛋糕。汪汪狗舍。浪保姆还在照顾流浪狗。不能吃巧克力，苏网红总不记得，每次都要提醒他。这么缺德，往小区里丢狗，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苏网红搞个流浪狗，不知道是不是苏网红毒死的。曾救助过多只流浪动物。哦，我懂了，他爱动物，他发现了他是一个假的这种爱狗人士，然后他每天还在扔狗，所以他就很恨他。那你打电话吧。15103，对吧？嗯。哎，你好。喂，你好，请问是侯保姆吗？你是需要打扫卫生吗？我这块这活还没干完呢。那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个狗狗叫阳光？哎呀，我这也是按时间收费的。那个啥，我这活干不完，人不给我结账啊！你说。我知道您是在西右市还是在哪儿啊？哎呀，我这活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能干到几点。要不这样吧，你看你们那边明天方便不方便？那我明天就约在苏网红的别墅见面啊。好吧。很大问题。他现在就是不是说他把苏网红给咬死了吗？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嘛？可以去这儿了解一下。汪汪狗舍7月77号，走。777。这是888777的狗舍。狗舍。汪汪汪狗舍。您好，锁着呢，但是他肯定有线索。找找钥匙。没有。这啥意思啊？不给开我们就走了，给开不给开啊？哎，这个我可能能推开它。哦，这样合理吗？各位观众，我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的人啊，真的是我也是没办法，打扰了啊。这也行啊？哎，这有个兜兜，这是不是那个？是。哎，这里有个丝巾。那它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里有个盒子。啊，有洗护卡，有阳光的洗护卡。你看，性格温顺，别和弟弟弄混。查理洗护卡，
意外停电时，查理听到了一些声音之后，攻击了工作人员小光，切记不可让查理处于黑暗中受到惊吓。所以就把弟弟给他弄混了。他把查理弄走，弄成了他，然后他就是攻击。苏网红被害，凶手是金毛。谁把他给换了？啥？容易活满了狗狗的上头液，让狗狗情绪亢奋，又更激怒了查理。看来今天的人身上有点东西啊。我们现在回去现场吧。好。哇，这里也锁了。还是要把家里的信箱锁住，就用我清爽解渴的运动搭子啊！对，我们破不了。姓名锁。那我们找他来帮忙吧。我给侦探打电话。喂，何米南，有什么事吗？我们有一个密码解不开，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帮我们呀？好，没问题，马上就来。好，你能有多快呢？啊，你能有多快呀？你想有多快呢？你想有多快呢？闪电侠。是这样的，你看他写了一个这个，他说还是要把家里的信箱锁住，就用我清爽解渴的运动搭子。外星人电解质水设置密码吧。运动累了可以及时帮我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喝口外星人就能看到密码。真的吗？让我们试试。这里的字是可以擦掉的。信手拈来质，电解，均水，不见，外星。均不见，电解质水，外星来。来，请。均不见，电解质水，外星来。谢谢侦探，谢谢张记者。来了。苏女士，你前段时间送来的窃听设备通过型号，您家附近公共区的监控以及您的人物关系调查出，这个窃听设备是你。陈安装了窃听。但陈他装的窃听器要干嘛呢？好可怕！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来了公司之后，没有人看见他离开过。他进来以后神秘失踪，很奇怪，就是有密道啊。但这打不开，是不是这后面有一个密道啊？不是啊，他是说进了办公室之后没的啊。有没有可能这边可以看到？有吗？哦，哇，这里可以推开哎，去看一眼。这里面还有一个办公室啊！来，咱就按4个案件的案发顺序走。投毒案可能是一切的起点，所以要放作最后一个。咱们第一个是网红宠物犬杀人案。好。哦，还得自个儿贴呀。今天的侦探省事儿啊。第一个人就是苏网红，是我和迅速一起去搜的，请起立，请多多关照。哇，两人一起陈述哎。首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卷宗袋里有些什么。这个里面有一个 U 盘，当时案发现场的照片。苏网红倒在他自己躺椅旁边，脖子上是一片血迹。
狗狗在他旁边趴着，审问了3个相关的人，一个呢是荣毅火，他是苏网红的经纪人，一个是陈烈，苏网红的男朋友，还有一个呢是侯保姆，是他们家的保姆。他们3个人讲的故事是一样的，是晚上7点钟的时候呢，荣毅火去找了苏，然后呢陈烈也去了，带了一瓶气泡上头水，他们就喝，然后就晕了。晕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保姆进去打扫卫生，就把大家吵醒了。荣看自己手机是早上8点钟，而且这个时候呢，他们都看见有阳光透过这个百叶窗照进来。他们仨喝了汤，他们仨呢是保姆给做了这个打胃汤，喝了汤。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苏网红表示还想再睡一会儿，于是呢他自己回了卧室继续睡。他们又睡到中午12点醒来之后，荣和陈一起去敲门，发现苏已经倒在地上死了，于是陈就报了警。这个保姆呢有一个不在场证明，是他有一个西柚市到南瓜市的一张车票，8点半发车，9点钟到。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卷宗里面看到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去了现场。首先呢是看到了这个苏网红的一些成就，1000万粉丝成就奖啊 ，Top 1的这个成就奖，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网红。马上苏网红就被人爆料了。有一个叫暗夜骑士的网友说，谁这么缺德往小区里丢狗？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苏网红。暗夜骑士真棒。这只狗真的跟他前一阵子直播开箱那只狗一模一样，博了一波流量之后，他就把这个狗给扔了。对，扔狗。还有人说，我也住这个小区，小区里死了好多流浪狗，不知道是不是苏做的。容易火，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苏网红。首先，这个苏网红呢，他是我弟弟的中学同学。弟弟叫什么呀？我先记一下。小躺。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纺织厂附近。那纺织厂附近呢，大家知道就是污染了，污染。弟弟从小就生病，那个时候只能就是坐轮椅去上学。他有时候不能去上学的时候呢，我就去学校帮他去要功课啊。一来二往的呢，就跟他的这个同学苏网红就认识了。那我自己开了自己的网店，苏网红就说：“哎呀，我也想试试。”没想到他来帮我去卖货之后，营业额就增长了很多，就相当于我们俩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样子，首先这个苏网红呢，她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女孩，慢慢的呢就帮她做到了一个1000万级别粉丝量的网红，然后她就膨胀了。可以看出荣和苏他们并没有那么就是战友情，或者是他力捧他，没有这个关系。我们找到了他在西柚市心理诊疗中心的一个精神诊断记录。情绪高涨、易怒，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妄想等行为，确诊为躁狂症，必须定时服用，睡得好。我把他捧红之后呢，就是对家就买了很多黑粉来黑他，然后他就在直播的时候跟人对骂，杠上了啊。后来闹得比较大了，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先停一段时间，让这个风波先过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停？就很焦躁，所以我才带他去看了医生，知道他生病了。苏网红的家的垃圾桶里面有3瓶上头水，下面有非常可怕的东西。你快念吧，这太可怕了，我念不了。有一个这么长的带血的刀片，和一个撕碎的一条容易火。你再管不住你自己手下的主播，刀片上的血就是你和你医院里弟弟小躺的血，就是相当于寄刀片了。威胁，对对对。就是本来我想让他做一个爱狗人士，我不要爱狗，我为什么要爱狗？然后我就要把狗扔掉。
紧接着他就开始越来越激烈，开始弄狗，那不是就被骂得越惨吗？直到我收到了一个威胁的信息，因为能知道我是他经纪人不奇怪，但是知道我有一个弟弟，并且在医院，就证明是很了解我生活的人了。我就拿着这个东西说，我们得停了，你不能再这样了。可是他还是不停，所以你只有把他杀掉。所以你把他杀掉。哦，对，我杀他干啥？但是不管怎么样，可以看出荣和苏之间关系是有嫌隙的。然后呢，现场有一个阳光照料 tips， 他不宜多洗澡，他喜欢吃水果，可以吃苹果、梨，但不能吃葡萄，不能吃巧克力。苏网红总是不记得，每次都要提醒他。狗狗的 tips 在保姆房发现的，啊，也就是说平时其实更多的是阿姨在照顾这个狗狗。于是呢，我跟勋就去了这个汪汪狗舍，找到了2个跟本案相关的狗狗的洗护卡，一个是阳光，进口血统，性格温顺，别和弟弟弄混。哦，有一个狗长得跟阳光特别像，对，它叫查理。意外停电时，查理听到了一些声音，之后攻击了工作人员小光，切记不可让查理处于黑暗中受到惊吓。哦，他攻击的是小光，但小光有一件衣服，他这块是个荧光的，所以他在黑夜里，他看见荧光，他去咬。哦，死者苏网红被宠物金毛犬咬断喉咙致死。苏网红脖子上会有一个什么荧光色的东西吗？要不你是侦探呢？现在还没到那儿，听我们何老师慢慢给你道来。汪汪狗舍最大的收获不是这些，而是容易火一次罪恶的交易。狗狗上头液，一个蓝色的液体可以让狗狗情绪亢奋。狗亢奋啊！我就像你们说的，我跟苏网红其实有一些嫌隙了，对吧？我就是想让他避避风头，别播了，大姐你别出镜了，别发声了。那你让狗高兴干嘛呀？那你让它稳定啊，你让狗亢奋什么的。所以我只是想买点狗狗上头水，然后让这个阳光呢给他一口，对，去咬一下这个苏，让他受点伤，让他受点伤就可以停工了，哎，就可以停一段时间，就消停会儿。这挺麻烦呀。但是我非常确定的是，到最后苏死了之后，那个狗粮狗狗都没有吃过。反正我就是确定我要实施的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苏有一个爱她的男友叫陈烈。哦。因为墙上有很多他俩恩爱的照片。他才是真正保护他的人。嗯，真的吗？是吗？对吧？那可不。是这样的，就是在苏的门口有一个信箱，有一个很复杂的密码，是侦探帮我们解开的。哦，里面呢有一封信是写给苏的，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打开，就走了。有求必达事务所，您前段时间送来的窃听设备，我们通过型号、您家附近公共区域的监控以及您的人物关系调查出了，这个窃听设备是您的男友陈烈安装的。哐哐，保护他吗？保护他。你接的太快了，一看就是想好的，接的太快了，完全没有思索，讲好了自个儿的就对词了。你窃听你女朋友干嘛呀？保护她的隐私。啥啊？这逻辑通吗？就是你带过去的气泡上头水，瓶塞上有一个痕迹，打进去东西过，是你干的吗？
打的就是安眠药嘛，让他休息镇静嘛。他自己在吃安眠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那不就过量了吗？我想让他早点休息，我想去他家里找一点我想知道的事儿。比如说陈往那个酒里打了药了，对吧？希望他俩动不了，然后他搜点东西。他自己是怎么醉的呢？对呀，对，这个是问题。我带了一瓶气泡上头水，来找苏吃饭，之后越喝越多，就睡着了。你去那其实想要的是躺在荣身边睡一晚是吗？不是，是可能现在我看。是什么嘛？不是，我本来没有想，不是你本来想干什么嘛？没想到荣会去。苏心情不好，我就说你喝点酒，借酒浇愁。那你也得陪喝吧？我可以不喝吗？那为什么仨人你就得喝了呢？仨人他觉得他不喝就有点太明显了，就不合适了。我懂了，你看啊，因为荣要去找苏网红的时候，他都是自己去的，他俩正好是碰上了，他俩都没有约，就是他俩各自有他俩各自的计划，所以因为他俩一碰上之后，他的计划等于执行不了了，执行不了了就都喝了，喝了就都睡了。还有一点，他知道，就算他不喝，他今天也没办法动手了。对，荣在，包括他窃听什么，他要把苏灌醉，想要在那翻什么，得到什么真相还不知道，可能是跟别的案子有关系，因为目前在苏那儿没有显出他要干嘛。我个人倾向于啊，荣和陈都是无辜的，真正的凶手，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画像。侯保姆，服务意识强，思维活跃，有护理经验，有爱心，喜欢动物，曾救助多只流浪动物。他其实就是他看不惯苏网红，他看不惯苏网红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就很恨他。但是这个人跟荣有不止一层的交集哦。他之所以在苏网红家，是我派他去的。我弟弟他不是住院生病嘛，我没有时间去照顾他，所以我就请了一个护工，就是请了这个侯阿姨。当我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呢，我就请了更好的护工去照顾我的弟弟了。但是这个侯阿姨呢也不错，我觉得很多年了，就让她去照顾苏网红了。那这样的逻辑的话，刀片应该是侯阿姨寄的。对，因为他只有他知道那个小躺的地址，他知道你是他经纪人，他知道你有个弟弟，然后他也知道他在虐狗，完了他爱狗。对，有可能，有可能。说一下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他们家有个巨亮的这种大的太阳灯，屋里的这个太阳灯脚底有很多门外的泥土的痕迹。啊，这个被弄到外面去过。你打开一下。这个亮度，他在门口被用过。因为在他们3个人的供词当中，有2个人都提到了当时看到了百叶窗透进来的阳光，一看表8点了。然后看见百叶窗下面阳光也透过来了，迷迷糊糊看了一眼手机，已经是早上8点了。看到有光透进来，我便问了荣几点了，他说早上8点。非常觉得这个灯就是拿来做假的天亮的。我也觉得是，他把这个灯挪到外头嘛。然后把这个窗帘拉下来，转个角度，这种对吧？就觉得哎呀，怎么喝到天亮了呀？喝了那个暖胃汤之后又想睡。我看他们还有点醉，我就给他们做了点暖胃汤。我帮大家端了3碗暖胃汤，喝完之后，苏便回到卧室继续睡觉了。事实上，他们睡的那个点是前天晚上的8点到第2天中午的12点，而这个过程当中足够侯阿姨做所有事情。哦不，我突然想起来，对，我8点的时候我是被侯吵醒的。对，是的呀，他故意叫你醒的。侯说你们再不醒，我来不及赶不上火车了，车要开了。
因为我早就跟苏网红请了假，我说我要回老家，所以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我就先走了。侯阿姨的这个不在场证明就全部没用了。天亮了哦。那他们后来醒来的那个12点是真正的12点，对吧？因为他们报警了。对啊，等于他们这一次睡过去之后，就直接睡到了第2天中午的12点。因为阿姨给他们喝汤了嘛。侯保姆做了一些暖胃的汤，就他其实也有可以下药的这个时间。因为他们喝完了之后反应明显不一样，睡得明显长了。对，保姆下手比较狠。然后呢，最可怕的是在沙发的背后有一个丝巾。丝巾上面用荧光画了一个痕迹，被啃湿。这个丝巾曾经被捆在了苏的脖子上，且判断一定不是苏网红捆的，因为谁会系丝巾睡觉呢？阿姨，这个时候狗狗也在卧室。阳光啊，他总想舔这个苏网红，苏网红就让我把这阳光关到卧室去。那个狗那会儿就已经不是阳光了。他们这个屋里有一个总闸是可以关了，这屋里漆黑一片的。我把这个拉了。灭了。好，基本上就应该是推断出是侯保姆做的事情了哈。然后呢，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之前有一个纺织厂的投毒案，没有列入我们去搜证的这样一个范围呢，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案了。我们在一个论坛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帖子，是我带去告诉他的。哎，这是什么东西啊？4年前连续投毒案的策划人找到了，那个人就是我，是我亲手杀了10恶不赦的真纺织，我的名字叫蜀王。哇哦，我们的偶像哦 Come back，come back。我将开始24小时的投票，在投票中得到最高票数的恶人将会被我处决。哦，如果你真那么厉害，就把苏网红杀掉吧。他又虐狗又炫富，还是老赖之女，真该死。最高的是苏网红，对吧？对。投票截止，蜀王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下一个处决的对象是苏网红。这个日子呢是2008年的1月24日，1周之后就嘎了。下面有请网德福老板分尸案。分尸案是我跟Olivia。网德福老板分尸案案件摘要：死者狗老板，男，40岁，网德福网络公司的老板。M2009年2月19日，狗老板在进入公司8楼的办公室后神秘失踪。20日凌晨1点到2点，城东、城南、城西、城北4个小区垃圾桶内分别被发现贴有红笔鼠贴纸的不明尸块。根据保安大宝贝称，2月19日晚上的18点，他来到公司上班，直到次日凌晨1点，他在确认公司内所有人全部离开后锁门离开，期间没有见过狗老板进出。员工贾前台在接受询问时提到，
当晚快10点的时候，他去狗老板办公室送文件，结果在办公室窗外看见了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红鼻鼠气球。狗老板看见气球后，表情非常惊恐。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呢？几点去的大楼呢？解释什么呀？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我解释什么？我没干什么事。帮你陈述一下，好吧？解释什么？谢谢你，那你帮我。正经让我解释个屁呀！你帮我陈述一下。哎，好。在这个公司上班，就是我从来都不敢请假，我就一直在公司，因为我怕老板知道有我没有都一样。然后，所以我要在公司一直在那儿待着。然后，所以从晚班开始，18点到凌晨1点，我确认我们狗老板也没有进也没有离开，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啊。然后我们去了网德福网络狗老板的办公室，在老板的办公桌上就有一个红鼻鼠的周边册，杯子啊、雨伞啊、滑板啊，全部都是红鼻鼠的这个标签的。最重要的是它有贴纸。对。这有一个作品登记证书，作品名称是红鼻鼠，著作权人是网德福网络公司。就他抢注了，卖给你们这些喜欢红鼻鼠的这些人。哦，还真是。但是我没买过，因为我们穷。2003年的7月15号就登记了。03年的7月15号，03年7月15号的时候还没有红鼻鼠呢。第一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呀？第一案是04年。那他怎么可能先注册这个东西啊？是这样，是红鼻鼠这东西它本来不是一个罪恶的象征，是相当于我这个公司我注册了这个，注册完之后有人就是拿这个注册的商标来说，哎，我是红鼻鼠，我要杀人了。啊。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第一个作案的人跟这个公司有一点点关系？有关系，对。这个网络公司一共有5个人，狗老板、大宝贝、前台、HR， 还有一个是赵承旭。现在发现郑 HR 是跟这个老板关系比较好的，因为郑 HR 他跟这个老板做了一个新员工试用期协议书，然后这个协议书呢就是非常的不平等，等于压榨他的试用员工。无固定岗位，在试用期间，根据公司需要，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行随意调整，没有工资，不包吃住，不享用公司的任何福利待遇，等等。那谁上班啊？哈哈哈。他把这个协议书做完之后，老板跟他说办得不错，确认不会有问题吗？你放心，表现优异与否都是我们一张嘴说了算。老板给了一个红鼻鼠的表情，伸了个大拇指。然后上面写着领导，上个月您发给我的工资是不是有些问题呀？咱们后台那些信息，我可是帮您卖了不少钱呀。就是他俩还有一些利益。他在帮他卖后台信息。然后，2009年2月15号23点50分，就是他失踪前4天。他说怎么办？我不会被投出来吧？他可能发现网上，他发现了哦。HR 说应该是无聊的网友为了博眼球恶搞的。赵承旭呢，我们登录了他的电脑，他的电脑上也是一个红鼻鼠头像，然后他的密码呢就是红鼻鼠的这个网名。啊？赵承旭就是红鼻鼠啊？就是鼠王？不是。赵承旭也是红鼻鼠的那种粉丝，就是他把红鼻鼠第一个的 ID 用成了自己的密码。所以说他意思就相当于我是红鼻鼠的支持者、死忠粉，而不是代表着我是红鼻鼠。对，是这样的。然后呢，点下去以后有个收藏夹，里面有一个鼠王暗网.son 的一个网址。打开之后呢，是一个论坛，第一条是2009年2月15日，正义的投票再次开始了。我是鼠王，如你们所愿，我杀死了苏网红。2月15号，接着第一个热评是
网德福网络公司狗老板不仅性骚扰女下属，还逼员工加班加到猝死都不赔偿，扣工资的理由五花八门。鼠王最应该审判他同意的弟弟。狗老板作恶多端。对。然后这条呢就被程序员点赞了。他投了。这就更印证了刚才刘说的那个赵程序员是鼠王的支持者，并不是鼠王。没错，是的。最后有一条是鼠王本人2月16号，也就是第2天说的，投票截止，鼠王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下一个处决对象将会是狗老板。真正的恶人并非单数，而是复数，我也将为他们奉上复数的死亡。你要投他哦，对。然后一直到2009年的2月19号的22点00，狗老板说来我办公室，老板叫他进去的。在办公室窗外看见了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红鼻鼠气球。因为老板看到那个气球了，所以说你来一趟。而且还有一个信息点是这上没有的，就是我们问那个赵程序，他说这个正 HR 已经出国了。你们 HR 是去哪儿了？人呢？不上班吗？他出国了。肯定有问题。然后这个是个正 HR 的这个照片，这是他的工牌。他的办公桌上呢有一些哑铃，就证明这个女生呢是很爱运动的。17号他收到了一个快递，是很多张他被偷拍的照片。通过这个照片的视角，我看到这个工位对面就是赵程序。他不配喜欢鼠王。洗澡了，兄弟啊！祈祷。我推测赵程序应该是喜欢正 HR 的，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而且你们还记不记得前面赵程序的口供是当天晚上10点20分，他下班以后一直跟正 HR 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怀疑他们俩有这个串通口供的可能。然后通过他的这个生日呢，打开了他的一个密码锁，里面有一个信封，是一个哒哒快递，没有寄件人署名的，只有一个时间是2009年的2月17号。里面呢是2张卡片，背后是这个红鼻鼠的贴，一个写着是预告帖我已发出，你作为帮凶也难逃惩罚，但你要是配合就饶你一命。然后还有一张呢是投票截止，鼠王听到你的声音，下一个处决对象就狗老板，就是刚才的那一条信息，复数的死亡嘛，等于有人特意的把这个寄给了 HR， 那就证明说 HR 跟这个鼠王是不是有什么关联？他参与了，因为是这样的，鼠王威胁是要让复数的死亡，然后他紧接着他收了一个说，如果你不配合我，复数死亡可以是死俩人。对，没错。那另外一个就是你，那所以去帮忙去分尸的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人。对，也许是 HR 和程序员。程序员，对，很有可能。因为 HR 如果想利用程序员，很容易，因为程序员暗恋他们。对。在他的办公室外面，也就是程序员和正 HR 的后面，有一个暗门可以推出去。哇，这里可以推开哎，去看一眼。这里面还有一个办公室啊！哇，这是一个操作间，就全是电脑啊，然后什么就布控的一个房间。这是他们的什么地方啊？哎呦天啊！秘密主机，后台用户信息，打开之后呢，是有很多后台的信息资料，就是正 HR 在帮他卖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还有4条短视频。好，视频看一眼。03年的9月10号。这是刀啊！这啥意思啊12月10号。这个怎么没人呢？看到什么了？看这些牌子了。谢谢。04年的3月10号。6月10号。感谢，我太想吃这口，谢谢啊。3个月1次。恶作剧啊！这些视频就是很恶作剧。这是谁的电脑？就是这个密间里面，这个密室里面。办公室后面的密室不应该是属于老板的吗？是老板的，应该是老板的。这每一个这个人，他都带了一块手表，就是老板本人。老板用这个做恶作剧，他为什么要毁坏红鼻鼠的形象呢？对啊，我觉得他也不是毁坏吧，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宣传红鼻鼠，就黑红也是红，有可能，因为这是他公司的周边嘛，他这样会可以卖钱。哦，明白。这些恶作剧3个月1次，然后直到04年的时候9月份嘛，真正的红鼻鼠出现了吗？投毒案。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鼠王，他会利用红鼻鼠的这个形象来做一件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就是因为红鼻鼠一直就是好像小搞小闹，反派，对反派的。结果那好，我就借这个形象变成一个大反派啊。对。狗老板在进入公司8楼的办公室后神秘失踪。这个狗老板是在办公室失踪的吗？他自己的办公室为什么会失踪呢？而且他又没有出门哦。那么他的墙上全部没有暗道，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天道。这是啥意思啊？哦，他从上面，他从办公室爬进来，从老板的办公室爬进来的。对。哦，他就从这儿爬过去的。办公室的上面有一通风口，这个是可以爬出去的。然后这个服务器的机房的这个换气扇的盖子掉下来，就说明他从上面跳下来，过来了，但是呢，他这个办公室的层高是3.5米，按他一个人的身高是没有办法爬上去的，所以必须是2个人。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些哑铃，这是很有力气的正 HR 把它顶上去了呢。对的呢，真聪明呢。没白练，关键时候总有用处。然后最后就是来还原一下这老板是怎么离开他自己公司的。好。他如果从大楼正门跑的话，就直接会堵，对，会被人发现。然后他就从那个天上的那个通风管道跑进了他们的机房。之后呢，在服务器的机房后面有一个垃圾道。这应该就是那个垃圾通道吧？是的，哦，垃圾道示意图是这样的，它能滑下来。哦，就直接滑下来。滑下来，看到底下有很多装垃圾的麻布包。就是它缓冲一下，就是不至于死。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没有见过他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这儿跑了。但他还是被杀了呀？还是被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不是，是不是可能这样？就是因为 HR 已经被红鼻鼠威胁了，所以他会把他的逃生线路将计就计的透露给红鼻鼠，并且 HR 跟赵承旭都会参与进这个分尸的计划里面，时间才够，对吧？所以我倾向于是这个老板从那个逃生线路一出来，红鼻鼠就在外面堵着他呢。就被嘎了，就被弄死了。因为我们现在算他10点钟就死，他抛尸时间都很紧张了。那现在你要是咔咔一通跑，那抛尸时间会更紧张。对，抛尸最起码需要几个人？2个吧。如果抛尸最起码需要2个人的话，咱们假设是红鼻鼠跟 HR， 那他就要让这个赵承旭帮他做伪证。啊。还是说赵承旭也必须参与进来？也有一种可能性，赵承旭是被动参与，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被利用了。抛尸，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垃圾桶旁边写着西柚垃圾站，上面留了个电话，我还没打。西柚垃圾场。所以说，我觉得倾向于还是在垃圾场杀的人之后，起码2个人以上把尸块给运走。其实我觉得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多人作案，就是说每个人负责分头送到东南西北各个小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垃圾站的人，他把这个尸块在垃圾站就已经分完。同一时间送到各个小区啊，就让垃圾车自己去送的。垃圾车不会送，垃圾车是在公寓把垃圾收上来。对，没有说到各个公寓去分垃圾的。来，有请私立中学组。哟，是校长这个吗？对，枪击案啊。这个案发现场这个，咱就是说他倒那儿了。刘，他摆出了凶手的名字刘。他也可能是李啊。哦，李维亚。李维亚。我们有一个徐校长和孙副校长，来，这是我腾飞班，是不是？你先跟说这腾飞班，这个学校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哎，腾飞班，然后他有一个教育报说，腾飞班到底是学校的出路还是敛财的工具？就是它是一个各大名师授课的一个尖子班，1年学费6万，6万呀，那么贵。此事件曝光后，学校立即联系了西柚私立中学的徐校长进行采访。徐校长回应，学校从未设立过腾飞班，并否认了敛财的指控。啊，他可是他办了这腾飞班了呀？当然办了呀。对呀，可是他办了腾飞班了。我就是腾飞班的呀。对呀，你要不说你腾飞呢？腾飞班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乡。哦，梦乡。越高深的老师讲的课越好睡。这个意思啊，上那补觉去了。但是您补不了觉，因为您看看这日程啊，这帮孩子能尿泡尿的时候都没有。从5点半开始到晚上11点，没有1分钟休息啊。对，学费没白交啊。对，真是。他的日程是细化到1分钟的。对，这带着尿不湿上课呀，这个我就没有1分钟休息的。这帮孩子真的好辛苦，全是上课，全是上课。对。但是这个敛财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联络人孙副校长，我在校长的那个电脑里面发现聊天记录，校长问副校长说，以不用功的成绩，他进不来腾飞班，你私自收了他家长的钱。副校长说，腾飞班让你赚了这么多钱，我还不能捞点油水了。哦，校长回复说，等你当上校长再说吧。啊，一丘之貉。就证明其实腾飞班一定存在，而且除了学费之外，你还是要给
额外的赞助费用。对，然后这钱呢，校长也在拿，副校长也在拿，但副校长拿完之后，郑校长不太满意。其实双方是有经济上的矛盾的。然后那咱们先问问这些学生吧。刚才咱们问的这位老进入梦乡的这位学生，他特别了不起。首先准备好你们的哇哦了吗 ？1 2 3， 看到他的海报了没有？帅到炸！哦，哇！帅到炸！ Oh my God！I'm single girl，single girl，是的。爱了啊！还有不少这个少女上面给他海报写着说爱了，哥哥好帅啊！哥哥好，因为他是1000年一遇的脸带天才。你注意一下你的表情，勋哥在刚喝了一口水。哎呀，好嘞。But 啊，这帮孩子可惨了，每一个学生都有这个学生心理检测单。然后这个咱们何米先生呢，家庭关系呢4个字可以形容，这写的乱七八糟。他妈妈呢是家庭主妇，爸爸是合车监，咱们在牢里蹲。合车监是纺织厂的3把手。对，3把手。主任叫合车监，跟你家艺人有关系吗？有可能。对，我父亲叫何车监，他是这个西柚纺织厂的3把手。当西柚纺织厂污染事件爆发之后，苏有钱和真纺织这2个人联手起来，把锅堆给了我爸爸，让我爸爸锒铛入狱。但是作为交换，就给了我和我妈妈一大笔钱。背锅的是吧？这意思啊？对。我为什么后来可以去私立学校上学？就是因为家里有了一大笔钱，但是对于这笔钱的来源，我是非常恨的。对我妈妈和爸爸的这个决定，我也不理解，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叛逆的一个愣头青。他不想上课，不想学习，然后呢，病史他说没有病啊，我看那些学习积极挺有病的。他问我有什么想倾诉的吗？我说我唱歌给你听吧，就属于那种就好话不好好说的那种臭小孩。对。这诊断就是说无法准确判断学生心理状态啊。然后我们当时在学校的那个墙上看到了有一个爱心，心上写着何爱勋。这2位有什么八卦？何爱勋，咱们磕一磕。是这样的，就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学校。我也痛恨腾飞班，但是呢，这个学校唯一有一个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力啊，她长得特别的漂亮，她的嘴唇像血一样红，她的头发像乌木一样黑，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白，好难磕啊！就跟一米波罗戴假发似的，我太白了。米波罗戴假发，对。Oh my god！ 停不下来的假发。好，拉回来。这个女生她叫做勋妮。啊？你女儿？啊？她是一个非常忧伤、非常抑郁的一个女孩。她从来不笑，直到有一次我在她面前表演了吊凳儿，她笑了。吊凳笑的东北观众。太美了，我沦陷了，所以我就在墙上写下了何爱勋。But 啊，下面这个故事，任何的言语都过于扁平，无法形容这个立体的悲伤。这个事情是勋妮学生心理检测单，年纪17岁，他的父亲是勋素。就是我们这一位先生，他的这个职业是司机，在我们这个西柚市垃圾场工作。哦，爸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的女儿呢，为什么还如此的情绪低落、失眠且学习困难呢？心理咨询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爸爸真的很爱我，他日夜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接受最优质的教育。”结果把女儿送到了那样一个学校，那样一个班。对，但是他女儿同时又很内疚，是在于我也不希望我看我爸天天这么的那个节衣缩食，就是为了让我能参加多一些的辅导班，但我又没法说，怕他失望，所以我只能让自己更加的完美。可是我真的好累啊，
因为我每当听见我爸爸在电话里说“爸爸苦点没关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错误。也许没有我爸爸会轻松一些。然后呢，诊断为中度抑郁症。这个女生在2009年1月15号的时候自杀了。啊！我一开始是20多岁结婚，然后有了这个女儿，然后我那老婆呢就觉得我没有钱窝囊废，其实她就跑了，所以我的生活里呢就只有了这个熏妮了。是，我其实是不知道她有这个抑郁症，还有她有这么大的压力的。她其实中间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她问我，她说：“爸，我可不可以不好？”我其实当时有点没太听懂，就是当时我说我爸呢把最好的给你了，就是希望你不要像我一样窝囊，就相信爸爸，你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然后爸爸现在干活去了啊，就马上就得走了。其实你是没听懂他的意思，对，回答的也没错，女儿你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你是没听懂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爱他，但从来不懂他，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他就想喘口气，他想歇歇，然后他有一天下午3点，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然后那时候我在忙工作，我就没有接，然后再打过去之后呢，就无人接听了。我想他应该是上课呢，结果晚上呢，警察局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认尸体。经确认，他是下午3点左右跳楼自杀的，然后我才知道3点钟那个电话是他最后一个求助电话，想要打给我的电话。我觉得他的压力一个是来自于他并不会在这个学业当中得到任何的成就感和快感，另外一方面呢，还会看到自己父亲阳光的辛苦。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辛苦反而让他唯一有可能找到一些陪伴和透气的出路，就是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跟婆婆嘛。所以呢，这个小孩他是走投无路的。对，两个路，死循环。对。但是他死了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学校给所有学生下了封口令，就是学校没有腾飞班，而且还有就是让我们所有人再去重新做心理诊疗。哦，这写着呢，因为这个通知就是说，禁止在校内外讨论这个事情；2是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影响学校声誉。他现在在乎的是这件事啊，一旦发生问题，需进行强制休学。对，就直接有别来了。对，心理有问题的同学一律休学，踢出学校。1月15号自杀，20号的时候出了通知。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讲当天发生的事儿了。枪击案，09年3月1日早上7点半，西柚私立中学的徐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进行演讲，操场另一侧的看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戴着红鼻鼠头套、穿着黑色风衣的人，通过扩音器高喊：“同学们，我们今天提前放假！”哇，bang bang bang， 就开枪了。远距离射杀校长后，从后方看台跳下，消失在公众视野里。这个给大家看一眼，就是就相当于这是讲台，这是一个标准的操场，然后这是看台，后面是河流，就相当于校长在这儿讲话，然后他咚咚咚咚就这么远，对，老远了，是拿出手枪远距离射杀了徐校长。手枪还远距离？对，但关键往后看，后面的结论很重要。经排查，所有相关涉案人员均不具备获取枪支和远程射击的能力。所以我们以为是远距离在射杀，实际不是，但其实不是。那谁打的这个枪？他怎么中的？那个枪就是机关，有一个机关，他在那个开学典礼的讲台上，首先第一是看到了这有一个夹层，但是夹层是打不开的。桌面上有2个黑色的点状物质，可能像是类似于什么电线、什么烧焦的痕迹。然后在台下，就相当于底下有一大片粘过东西的固定的痕迹。那因为他中枪的位置是在腹部，其实是和那个讲台那个位置是很像的，是。所以说我们就合理怀疑，其实是在讲台的底下，其实安装好曾经有过
装置导致了校长的死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怀疑角度其实还是远距离射击，它这个行为其实只是一个障眼法。这是一个对口型的，台上有一真唱的，双簧，对对对。我这儿有一点疑问啊，因为我在一个03年的12月份的这个报纸上面，西柚私立中学代表队再获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大赛金奖。是这个金奖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发明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叫做电磁发射器，由能源加速器开关3部分组成，开关闭合形成电流通路后，电磁能量转化成炮弹动能，将炮弹高速发射。与传统的火药推动的发射相比，电磁发射器可以大大提高弹丸的速度。是真的，用电磁发射器把子弹打进去。是谁得的奖？我们知道的里面有小躺，有我弟弟，就是等于是比他们大几届的学生里面啊，传承了。但这学校有这东西，对啊。然后3月1号开学典礼的流程，第一项升旗仪式，第二项颁奖仪式。徐校长为获得物理竞赛前3名的学生颁发奖状，好好学，攀3好，假物理。第3个环节是徐校长发言，第4个环节典礼结束。结束之后，这3位获奖同学再下台。枪击案发生的那一刻，其实那3个学生是在台上的。我们的合理怀疑是台上的3位学生里边，其实有一个是帮凶。对，我觉得他应该是2人作案，一人在台下，一人在台上。满足台上的是这3个人。台上这3个人呢，我们在2轮我们进到宿舍就会清楚。我待会儿把钥匙拿给你们。对，第2组是台下的，就是戴着红鼻鼠头套的嫌疑人。当天3月1日，所有来到学校的人都需要做登记。3月1日，我们在登记名册上看到了3个人：晨练、容易火、熏素都来了。哎呦，他们参加这个仪式干嘛？晨练跟我们说呢，他每天都来，因为他要给这边送粥来，每天早上起来。咱们信吗？问问，试试哈。我说我送粥，你说我送钟。对，我们为了调解一下这个比较严肃的气氛，但是还是得问您一下，我是经常来送。荣来是为什么呀？我当天是早上7点钟去的这个学校，我是带着合约去找他，想去签约的。哦，对对对，他确实跟我说，他说我看过你在网上被人拍的照片。是，千年美男嘛，这他们都信了。然后但是迅速去就明白，就是说这个去干嘛嘛？我去找人啊，找谁啊？找真相啊！对呀，这不能白死啊。然后呢，台下的还有个副校长跟副校长跟徐校长，其实双方是有经济上的矛盾的。这么何米先生呢？首先他们学校里有很多这个涂鸦画啊，学校里已经在流传这个了，红鼻鼠。但这个红鼻鼠我们也知道是谁画的，因为他当天有一个那个演讲的稿件，说你们不要再在学校里边乱画红鼻鼠了，尤其是3年1班的何。那其实现在的情况来说，其实陈我大概率是排除的，荣跟何2个人有双方口供，我大概率也是排除的。那其实台下现在比较有可能性的，其实是副校长和勋，穿着衣服假装开清的，其实就这种可能性，穿着都有可能。副校长说：“我们今天放假了。”同学们，我们今天提前放假，这很像校长、校方领导校长的口气啊！对呀，好合理，突然真的好合理啊！而且他这个岁数也喜欢跳冬泳那种。对啊，可以，行，讲完了，反正这意思，就这些啊。好，到我们了啊！来，好，世纪坠楼案，死者董事长
时间是 M2009年4月30号21点，烂尾楼小区世纪园10栋发生坠楼案件，死者董事长。他既是姓董名市长，他也确实是个董事长。他是最懂你传媒公司的老板。尸体外套胸口处贴了一个红笔鼠的贴纸，贴纸上面写着“冒牌货”。因为我当时是接到线索我就来了，当时尸体还在这儿，它是一个仰躺，然后是缺纸的，胸口处贴纸上面写着“冒牌货”。然后当天我顺着这个现场去这个烂尾楼里边一探究竟。你当天就去了？对，当天我发现2楼是个黑市，很晚了还亮着灯。哇，这大半夜的还亮着灯。楼里面写着很多“蜀王，蜀王，我的神”，就是他们底层这些人非常的崇拜蜀王。哦，你怎么进去的？你知道口令啊？口令？我们那儿每天动态口令都变。当天口令是看门人问夜宵吃什么，然后回答是蒜蓉螺蛳虾，然后就可以进来了。你们吃过吗？好好吃。正常的时候，他这个集市是有看门人的。对，昨天我上去的时候，可能正好赶上一个这个黑市，没人把守。啊，这大半夜的还亮着灯，这卖鞋的。哦，问询笔录里边提到了这个人叫马楼长，当天人来人往挺多的，有的戴面具，有的不戴面具，不过很少有人戴猪面具。猪面具。就说有人戴猪面具上来，对，就有一个人戴着一个猪的面具，有一个戴猪面具的死者，报口令进来了。死者，马楼长认为戴猪面具的是死者，然后有一个女的很想进来，但是报不出口令。对，我们这儿不是随便让人进。然后第二个问询的人叫做好胆小，他说我是集市的摊贩。当天晚上戴猪面具的死者很奇怪，到处在集市上问有没有卖大白鲨的。大白鲨，大白鲨是什么？21点左右，看到窗外有个黑影掉下来，后来听到砰的一声，有人坠楼了。咱们再说说这个楼的生态环境啊，这个楼里边人过得非常惨，深受纺织厂的事故的坑害。我是这个楼的老土著了。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悲惨的故事。在一个报纸上面记录的就是这个纺织厂的排放物，叫做 EAT2。这个东西的大量扩散，污染了很多的土壤，对，并因此直接导致了这个楼盘的不开发了。然后在刘的这个摊位下边，他曾经应该抗议过，他写着一个无良开发商还我血汗钱。我的问题是，当时我贴膜，其实我赚到了一些钱。我赚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我就贷款买了房子。哇塞！但我买的是期房，结果就这个出了这事儿，然后就变成烂尾楼了。烂尾楼之后经济也不好，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来我这儿手机贴膜啊什么着的。我后来我连房租也付不起了，我就打包着行李，我说，啊，我住进去吧。然后刘这儿有一个盒子，上面写着勿动。大宝贝4月30号预定，一个是电池。刚刚那个东西是在4月30号，他过来找我订这东西，帮我搞一个电动车的电瓶。那你需要这个电瓶做什么？能说吗？咱就说呀，如果这好运啊是空气的话，我这人生下来就没鼻孔。我从来没有呼吸过任何一回，我都是倒霉到从小生下来家里就破产，然后下岗。今天惨上加惨，因为我这送外卖嘛，我电瓶车的电瓶被人偷了，但是我又买不起正常电瓶，我只能去他们那个这儿买便宜的。然后里边一共有2个手机壳，一个蜀王，一个暗夜骑士。咱们那个举报那个帖子说狗那个，
别隐瞒了，暗夜骑士，你就是暗夜骑士啊！哈哈，暗夜骑士确实是我，是吧？啊，我每回都按住自个儿的腋下，暗夜骑士。哈哈，我不是那个小区当过这个保安吗？哦。然后我碰见了这苏网红老乱扔狗，因为我希望能够为这种不公的事情发声，然后我就把之前那些事情在网上说了。他去投的稿。对。红薯盒那是因为我是粉丝嘛，我们俩都认为他是英雄。这个就是你们墙上标语都是分别你们2个人写的是吗？好多人，整个这楼里都是崇拜者。除了崇拜蜀王之外，还有一个是想见蜀王哦。我们当然也是想见哈，因为咱们都是他崇拜者，我们都是崇拜者。但是我觉得他们整个这个黑市，他们很想见蜀王。那如果你站在假蜀王的立场上，会不会觉得来这儿有生意可做呢？啊！可是凶手就要捍卫自己的偶像的尊严喽，因为蜀王从来只是证明自己是正义的化身。是我亲手杀了10个不赦的真纺织，我的名字叫蜀王。如你们所愿，我杀死了苏网红。下一个处决对象将会是狗老板。戴着红鼻鼠头套，远距离射杀现场。但是他就利用了他的这个身份，这就是杀鸡喽。对呀。所以就说他是冒牌货。对。假设如果戴猪鼻子面具那个是他的话啊，他到处在黑市打听，要有卖大白鲨的吗？有卖大白鲨的吗？这都问大白鲨是什么意思呢？对，因为本身就是一个黑话，但是这个黑话他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暗号，等于是。死者到处在集市上问有没有卖大白鲨的，一个错误的暗号。肢体胸口贴纸写着冒牌货。大白鲨就是凶手确定这个人的，对暗号。哦，对，来买大白鲨的就是我要杀的那个人。对，是凶手跟他说，你就到时候来找我，我要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他以为这个他要找的凶手能给他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对，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就编出来当诱饵骗他们。对。然后荣在现场发现了这个脚手架。你看，这有点像鱼线。鱼线。已经所剩不多了，就那么一点点很细的那个鱼线。然后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的。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编织塑料袋。耶，这坨是什么？一侧全部都是泥，一侧里面有明显的血迹。我觉得这个东西正好可以用来包裹一个尸体。其实我就在想象啊，就是如果你用鱼线，通常都是来原石装置，对，做原石。对，做岩石那可能是什么呢？一个尸体在高空被包裹在一个裹尸布里面，而已经死了。然后最后在下面把这个线的装置扯掉之后，它一个已经死亡的尸体高空坠亡。那从尸体的痕检上，你该骨折骨折，该内脏爆裂爆裂，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在10楼的时候已经死了，或者晕了，或者晕了也有可能。顺着坠楼案呢，我们就发现说很多线索是跟纺织厂有关系的，我们就去了纺织厂。我发现我们捋出来的很多线索其实是跟
第5案就是外卖的那个投毒案是有关联的。死者甄纺织，35岁男，原西柚市纺织厂副厂长。M2004年9月10日，甄纺织被小区管家发现死在家中，经法医鉴定，死因为肉桂粉过敏致死。是。据调查，案发现场外卖中含有肉桂粉，外卖袋底部有红笔鼠的贴纸。案件2，死者孙小红，18岁，女，M2004年9月20日，死者和好朋友郝某的外卖被投毒，孙小红在送医的过程当中死亡了，但是郝某呢，因为抢救及时获救。据调查，案发现场外卖中含有治疗 EAT2 的特效药成分，普通人过量服用会致死。外卖底袋有红笔鼠的贴纸。普通人就是说没有得病的人。对，普通人来说是毒药，但是对有病的人来说，这是特效药。案件的进展说，凶手叫熊大强，已自首入狱。他承认向孙小红投毒，但否认向甄纺织投毒。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他是说的是真的。对。我杀2个人，杀1个人，反正我都差不多，可能都罪。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去撒谎，所以我比较会愿意相信这个熊大强。对。甄纺织的死亡时间是04年9月10号，死因为肉桂粉过敏致死。熊大强否认向甄纺织投毒。恶搞。还有4条短视频，这些视频分别是一个男人戴着这个红笔鼠的头套去做一些恶作剧。重要的时间线是3个月一次，分别是03年的9月10号、12月的10号，然后就是04年的3月10号、04年的6月10号。他就是那个点，就应该是他出下一个恶搞视频的时间。甄纺织死，其实他就是10号恶搞视频搞过了，给他过敏，没想到他过敏，因为肉桂粉过敏是少部分人嘛。对。最早等于甄纺织是谁杀的呢？甄纺织是狗老板，对不对？狗老板完脱了，然后是知道了这个真相的人以蜀王之名。对，有可能是。蜀王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有很多真的不是蜀王本人做的。那是啊，这个就是吧？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了那个纺织厂的一个空间，看见了一个手机，手机的屏保是长这样子的2个人。那是那个保姆。对，侯阿姨。侯阿姨。另外一个呢，大强。也就是这一案的投毒的人之一啊，2口子，对，他们是2口子，对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3个领导的一张照片，苏厂长是苏的爸爸，苏厂长携款逃到国外去了。副厂长呢，就是甄纺织，后来也没了。另外的一个人呢，叫何车坚，你刚才也说了，是你的父亲，在牢里现在，对吧？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纺织厂倒闭了，害得所有以前的员工就都无家可归了，也没有工资，也没有赔偿，还一身病。是，因为我弟弟就是得了那个 EAT2 的那个病。所以他们就要求说还我赔偿金，
合车间。无良老板苏有钱，真纺织合车间还我赔偿金。然后上面有很多的签名，这个签名里面呢，大家注意有几个人，一个是熊大强，另外一个人呢叫大宝贝。你以前也是纺织厂的保安？对，我就是因为小时候就是下岗的家庭，高中毕业了进入咱们这个纺织厂当保安呢。咱们这个纺织厂不就后来出事儿了吗？唯一的幸运是在于我没有得那个重病啊。我们厂子里头最好的兄弟就是我这个熊大强。对，然后后来我们俩一块儿去富人区的小区又当保安，就是那个苏网红住的地儿。对，那个地儿。嗯，这个签名里面还有一个人叫陈爸，是你的爸爸对吗？对，我的爸爸也是纺织厂的员工。也是因为这个纺织厂超量排放，身患了重病。他在患病期间呢，一直带着自己纺织厂的工友一直在维权。陈爸对。所以你接近苏网红，在他家安窃听器，是想要知道他爸的行踪。您前段时间送来的窃听设备，我们调查出了。是您的男友陈烈安装的。对，因为后来我就接替我父亲的遗志，就是继续维权，替大家找回大家的那个欠款。哦。后来发现他也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赌没了。啊？那姑娘爱赌博呀？对，所以那天去他家把他灌醉，就是想看看他有没有存折呀，或者有没有一些转账记录来证明他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再要回所有工友这个欠款。明白。嗯。大宝贝，您说，熊大强他跟大宝贝的一个聊天记录。2004年9月11号，大呢给熊发了一个链接，告诉他真纺织被毒死的这个新闻。然后熊回复的是：没想到肉桂粉过敏也会死啊。然后大说：重点不在这儿，兄弟。对呀。重点在正义的勇士出击了，干得漂亮。然后熊说：这也太极端了吧。大说：作恶多端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兄弟你就是太老实了，才总吃亏。然后熊说：明白，该出手时就出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鼓励他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激励起了作用。我啊，他说对，该出手时就出手。你听着，我还教唆吗？没有。这是一个跑贼快外卖平台的一个记录，时间是2004年的9月20号，2点钟，他给外卖案的死者孙小红送的外卖。关键是说这个孙小红他有一个备注，说订单超时我就会给差评，就是态度不是很友好。13点，他去了西柚市医院住院部常护病房403。我为什么对这个地址那么熟悉呢？是因为这就是我弟弟的一个住院地址。他1点钟去给我弟弟送了外卖，2点钟他就去给孙小红送了外卖，然后孙小红当天就死了。我自己知道的一个线索哈，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我弟弟的药被偷了，因为我弟弟就是得了那个 BAT2的那个病，所以他有那个药。等于熊是在弟弟那拿的毒药，拿了药加到了苏小红的外卖里面。那他便当下面的那个红鼻鼠的 logo 又哪来的呢？这是更蹊跷的事情。
我5年坚持不懈的调查，鼠王依旧没有归案。是我亲手杀了10恶不赦的真纺织，我的名字叫鼠王。哇，我们的偶像哦！ M2008年，苏网红被宠物阳光咬断喉咙致死。我是鼠王，如你们所愿，我杀死了苏网红。下一个处决对象将会是狗老板。2009年，狗老板看见红鼻鼠气球，表情非常惊恐。突然出现了一个戴着红鼻鼠头套的人，就开枪了。他一直只是一个所谓正义的使者，但是他就利用了他的这个身份。 凶手就要捍卫偶像的尊严喽。就是今天咱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时间也很晚了，咱们每天都是从9点开始攻克这些杂案，攻克到晚上6点。我们休息吧，咱们明天早上9点见吧。 好的，睡觉，谢谢。天黑请闭眼。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开学生宿舍了。对。新的一天，大家昨天睡得好吗？ 睡得还不错，我们真是一群接戏的好孩子，都不换衣裳。观众的话全都给堵上了，敢问那弹幕刚要过来，然后又自个儿退回去了。哎，这是谁？这是赵承旭。哎，就是他，赵承旭。Hello， 赵承旭。您老板都不在了，还在这上班呢？咋这么多人呢？你今天又来按时上班啊？公司今天又我值班。 赵承旭，我们掌握了一些你的信息。哎，你不是昨天来那个，又拿啥东西又检查侦探什么的吗？你这今天怎么又来啊？你看你这给我整的这东西整的乱七八糟的，你也不收拾。你怎么脾气那么差呀？以后你上社会上肯定挨揍。你喜欢 HR， 你喜欢正 HR。哎呦！暗恋人呢？我带着科学家过来了。没事儿，喜欢一个人多好呀！对，你说出来嘛，承认嘛，承认吧。你是不是偷拍别人了？哎，那怎么能叫偷拍呢？那是美的一种创作。你拍脚后跟那叫美啊？你叫摄影啊？你那叫摄影啊？脚后跟怎么了？脚后跟不美吗？气死我了！他说脚后跟不美吗？我想跟你说一下啊，就你拍别人这事儿是小事儿，但是你要是做伪证啊，这事儿可就大了。哎，不是怎么什么叫我做伪证了？我告诉你，这属于诽谤啊！不是，我就在问你，你们说我做伪证的话，你们得拿证据啊！来走，啊，走，别在一个地儿跟人聊，去自个儿案件。何先生啊，钥匙可以给我们看了吗？去吧。好的，谢谢。我们要调查你喜爱的女生的死的真相。我想要跟荣一起去那个别墅确认一些事情。你告诉我们，你那天晚上跟郑 HR 一起吃宵夜，吃到天亮，一直在一起。对啊，你确定？确定啊。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说吧，说吧，你看你就不确定，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是掌握了这些证据，我们不会这么问你的。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嘛。哦，证据还要甩你脸上吗？你们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我做伪证啊？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确定当天晚上你们老板从这办公室消失的时候是怎么消失的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破了案了。那你说你怎么知道的？你们的 HR 跟鼠王合作，
把你们的老板送到了那个通风管道里边，从管道里边下去之后，他从机房垃圾道滑下来，鼠王就在垃圾场把你们老板给分尸了，对吧？那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帮你们的 HR 做了一个伪证了呀？你伪证你没有证据啊，凭什么说我做伪证了？你再这样式，我要请你们出去了啊！进来。来，自己看一看。你们公司这个房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里？我知道又怎么样？啊，这个通往垃圾场的出口通道你知道吧？不知道，我没进来过这里。你刚刚说知道怎么样？你现在又说没进来过这里？不是，我是知道这儿。我以前跟踪郑 HR 的时候，就看到过他进到过这儿，但是你想啊，我也不可能跟他进到这里来，所以说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这里边具体长啥样。我再问你一句，郑 HR 跟你是什么关系？他跟我真没关系，我只能说我确实帮了郑 HR 一个忙。你帮了郑 HR 一个忙，对吧？你刚才已经说了。帮他什么忙？你那天看见什么了？你说吧。这都到这儿了，就只帮了一个忙。什么忙？哎，行。就那天几点？10点15、20，反正左右吧。让郑 HR 走了之后，然后我就也跟着就下班了嘛。我本来想的是还可以再拍一点，结果你拍到啥了？结果没来得及拍，然后我就看到在公司楼下那个垃圾场郑 HR 在那块勒老板，勒老板。哦，郑 HR 跟我们说。但是啊，具体老板死了还是没死，我也不清楚。当时那个远处还有一个人红鼻鼠走过来啊。你拍下来了吗？没有想要创作的欲望吗？那个时候你们要是你们的话，你们不害怕吗？我们拍啊。所以你看到的是郑 HR 在杀你们老板，然后远处走过来了一个红鼻鼠。对，戴着面具啊，然后呢？穿个黑色风衣，反正挺高的，是男是女我也看不出来。本身晚上也比较黑嘛。那你看到他分尸了吗？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害怕，我就赶紧跑。你就跑了？那我肯定要跑啊！你这个算是帮 HR 一个忙吗？没有，他后来又找你了，对吧？后来我没想到他知道我偷拍他这个事儿。第二天，反正早上他就找到我，让我帮他说那天晚上下班之后，他跟我在一块儿。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就把我拍他的事儿就给曝光出去。啊，那就是做了这个伪证。抛尸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垃圾桶旁边写着西柚垃圾站，上面留了个电话，我还没打。打电话，我们打电话给那个垃圾场吧，邢台。好。喂，这里是西柚市垃圾场，您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吗？你好，我们想问一下，4月20号的时候，你在这个西柚市的这个网德福网络公司的楼下收过垃圾是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垃圾场在整个西柚市呢，覆盖的网点和站点特别的多。如果您想具体查询的话，可以跟我说垃圾点的这个站名。这个站名是什么？不是，我们要那个案件报告那个。我给你念一下啊，稍等啊。我们这个有一个案件报告说，2月20号凌晨1点。城东西柚华庭垃圾桶内发现了不明尸块。这位先生，首先呢，我们并没有在垃圾桶里面发现任何的异常，因为在我们垃圾场呢，每天凌晨12点钟的时候垃圾车会带着干净的垃圾桶，统一呢从垃圾场出发，前往西柚市的各个垃圾站点到时候会由司机进行垃圾桶的更换的，所以也没有人会打开再进行确认，就是拿新桶换一个旧桶。是的。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垃圾站的人？他把
这个尸块在垃圾站就已经分完，同一时间送到各个小区，就让垃圾车自己去送的。那天上班的人是谁？稍等，我这边查询一下，晚点发送给您，可以吗？好的。怎么发送给我？我们会以传真的形式给您发过去的。哦，好。您的这个总站离网德服务网络的这个街区距离有多久的车程啊？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涉及到某个公司的名字了，这个我不太清楚，先生。那你们的垃圾总站点到城南陶亭1号、城西花园城、城北西右公馆、城东西右华庭，有多久的车程啊？我们的垃圾总站点是位于这4个点的中间的位置，然后行车距离大概在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明白了，那就等你的传真吧。好的，谢谢先生，好的，谢谢您。那死亡时间是22点20的话，其实它有1个小时40分钟能到那个总站，然后从总站把尸块放进4个干净的垃圾桶里就行，对吧？对。现在就是要知道人员名单就行。现在问的是12点之后换垃圾桶的人嘛，对吧？但是放尸块的人是不是应该是12点之前的一般人？对，是，就是咱们是鼠王跟 HR 在这里把这个尸体拖到这儿，在这儿分尸，并且在这个箱子里边做了手脚，然后把它送到总站。所以其实是12点之前值班的人帮他们做手脚，12点之后新出发的人跟这个就没参与嘛，不知情嘛。应该要19号的，19号12点之前的是吧？对。而且这里面可能就有鼠王，因为鼠王自己在这个垃圾站工作，他才能想到这个办法。喂，这里是西右市垃圾场。哎，你好，我刚才忽略了一个环节，我再细问你一下，你们19号晚上10点以后到20号凌晨这个工作区间的人员，你们中间会换班吗？是的，我们一般是在凌晨12点就换班了。好，那你现在把19号的人员名单也告诉我，这样可以吗？稍等，这边我进行一下查询，之后我跟您同步啊。辛苦您了，辛苦您了啊。好的，谢谢。看看传真什么时候来呢？走啊，进去吧。我们去哪儿？我想问问你在苏网红家到底干了什么？你带了那个狗狗的东西，对不对？对。你放在哪儿了？狗粮里。这个狗粮里？对。你看它满满的。到最后苏死了，那个狗粮狗狗都没有吃过。啊。别的你就没做什么了？我有了。行吧。哎，怎么了？你好。呀，侯姐。请进。啊。真正的凶手，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我们来看一下侯保姆的画像。侯姐，我知道是我最早就是聘请的您嘛。啊，对，我想起来，你看我这人记性不太好。你记性不好啦？啊，记性不太好。你坐吧。啊。是这样的，我们呢来这里稍微找了一下，我们有一个想法啊，想听听看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我们说的对呢，还是认；如果我们说的不对，你当然可以反驳我们。首先呢，您坐。你们，我觉着你们像审问我一样，来，你们坐这儿吧。没，那这样我跟你一块坐，来，你也坐这，我挨着你行吗？行，来。行，那是中，咱俩挨着。来，经纪人，你坐吧。阿姨，您是纺织厂的对吗？我现在的职业就是保姆。我知道，但是您接近苏网红，其实你就知道她是苏厂长的女儿，对吗？你是当天的早上8点半的火车回的南瓜市，这个行程你是没有撒谎的，对吗？啊，明白。我给你编个故事，你听听看合不合理，好不好？好啊。就是你呢是一个很爱狗狗的人，
但是苏小姐呢，对狗是不好啊。她表面上做的工作好像是一个很喜欢狗狗开箱视频啊这样一个网红，但是她是不喜欢狗的。这件事情你是有不满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说你不打听别人的事情，但是呢，苏有钱他把所有工人们的血汗钱都卷走了，然后你的先生呢，熊大强呢，一直都在努力的想要把这个钱拿回来。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证据的。那么你作为他的太太，在你跟苏小姐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可能是想要报仇的。那么我真不知道。好，没关系，你不知道也没关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苏小姐和陈先生，还有董小姐呢，他们7点钟在这里开始喝酒，喝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你来打扫卫生，他们才醒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很贴心的给他们做了暖胃汤，但因为你8点半要回去，你的时间是很仓促的，后面发生的事情都是跟你没关系的。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呢发现了一盏灯。这个灯呢是一个日光灯，很亮。如果把它放在户外，朝屋里照进来，屋里的人很有可能会认为那是早上。但事实上有可能时间刚刚过去了不到1个小时，而这盏灯的脚底下全是泥，它是一定被搬到户外过的。而这件事情跟荣没关系，跟陈也没关系，跟死者也没关系，我们只能猜是不是跟你有关系。也就是你做了一个假的时间点，让屋里的人误以为是早上8点，其实才刚刚过去了一会儿。你接着在暖胃汤当中下药，让他们再一次睡着，睡到第二天的12点。这个过程当中，从晚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你去高铁站，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事情。而且这一天在家里的这只狗不是阳光，它是一只叫查理的狗。这只狗它有一个容易受惊吓的反应，就是它怕突然的黑暗。而这个领巾它做了一个对于查理来说有诱导性的荧光的标志，而且有人把它系在了苏网红的脖子上，然后通过这个电闸突然把电关掉，一下没有所有光之后，狗很容易受刺激。如果我们说的是一个故事，你可以一笑了之；但如果这是你做的，我觉得你可以认，因为苏小姐确实有做错事情，但是由不得你来惩罚。好了，好了，好了，凶手是我。我就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太该死了，你们不觉着吗？她的情绪有问题，她拿狗撒气，她最可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知道是啥呀？她知道我也爱狗，她背着我，把我喂那些小猫小狗的那个狗粮猫粮里面，她给我下了毒。我自己亲手把我照顾的这些毛孩子们，我给他们杀死了，你说他可不可恨呢？啊！我干了一件正义的事儿，是不是？我替天行道。我们不去评价正不正义，但是杀人肯定是不行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查理是怎么来的？你什么时候换的这个狗？我真的太佩服全能的鼠王了，他替我惩治了罪恶，他把他的计划通过短信告诉我了。联系完我之后，他就牵着这只被训练好的这个狗，然后就找到了我。他那天穿着一个风衣，戴着红鼻鼠头套，啊，然后个子不太高，挺瘦的。关键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是把一样一样让我做的东西就都放在我手上。等于所有计划都是鼠王安排的，然后
侯阿姨，你像她的手，但她是你的脑。嗯。但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的呢？第一，他怎么知道你对苏网红的恨？对。第二，他又怎么知道你的联络方式？第三，他还敢来大拉拉的跟你见面，对不对？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呢？我想问一下冯阿姨。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该咋办。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去自首。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其实你不是主谋，但是间接是干了事儿。正义的事应该用正确的方式，你其实可以有别的方式去惩罚他。哎呀，我。我们需要进何少年宿舍。来，哎呦喂，马上就要被他们破烂了，真的是一开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哦，这屋里头有好多老鼠啊。这宿舍挺整洁干净啊。哎呀。哦 ，What's happened？ 我判案的时候老给我游戏玩，你说这能让我踏踏实实弄吗？怎么摁呢？啊，电池坏了。哦，有，可以开开就行。你看看，哦，还能这么走，翻跟头。我。哦，还有歌。这没啥东西啊。给你一个单臂大回环。哇，帅了！你好，刘先生。我要看到帅气的你和炫酷的我。哦，行，待会儿肯定有用。哎，有手机，这是薰衣。哎呦，我们都是老鼠，活着只会带来痛苦，不如早点解脱啊！只有自杀才能引起鼠王的注意，可是谁来做这个勇敢者呢？哎，什么？哦，笔记本。哎，哎呦喂，这是何米南的校园论坛，2月24号，我投徐校长，薰衣就是被他逼死的。他组织这事儿的呀？就是他没有，他是在拉大家进去，对，投票。潘三好，我也投他了。这个黑心校长，他真的会被鼠王杀死吗？2人作案，满足台上的是这3个人。哦，要一奖杯。啥奖杯？物理竞赛，这是潘三好的。你这个你能看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哦，有2个，哎，它是不是底座是镶在那儿的？就是他们不有俩黑点儿，是正好那桌子上那俩点儿吗？徐校长为获得物理竞赛前3名的学生颁发奖杯。桌面上有2个黑色的点状物质，类似于什么电线烧焦的痕迹，然后在台下有一大片粘过东西的固定的痕迹。
电磁发射器由能源加速器开关3部分组成，开关闭合形成电流通路后，电磁能量转化成炮弹动能。这个。哦，我明白了，奖杯是金属的，啊，奖杯是用来导电的。你看，是这个格和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其实是如果奖杯按现在程度，它是放在这儿的话，这牌儿。就你想让这个装置启动的话，你必须要让电池有一根线连着这个电动装置，是，就把这个往上一放啊，哇！那他可能还真是凶手。问问校长，看你能不能要到潘三好联系方式。啊，还能找到本人？应该是。我们问问副校长，咱们去他屋里头找他去吧。也行，我们去屋里吧。他会今天应该也开完了。给副校长打一电话。看他在哪儿。喂，你好。哎，你好，是孙副校长吗？哎，你好，是我，你说。哎，我们是昨天来学校调查的2位侦探，我们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现在可以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吗？好。哎，来了，你好，哎，来，辛苦您了，辛苦。您过来一下，当时这个典礼的时候您在呢是吧？都在。我们开学典礼的时候，所有的师生都是在操场上。那这样，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想联系一下你们学校一个学生，他叫潘三好。潘三好啊，我们想联系他一下，因为我们基本上可以笃定潘三好是那天参与杀害了校长的凶手。啊？但是这个学生现在在哪儿？我现在不是很清楚。那您肯定有他联系方式，您可以把他联系方式留给我，我们自己去联系他。哦，因为学生太多了，实在不好意思，我不能就随意的把这个学生的联系方式给你们。这样，我们本来想和您和平相处，那您要这样，我们只能给您看点证据了。我们已经拿到了您和校长2个人通过强基班来赚钱的这个受贿的证据了。您现在还不能把潘三好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吗？您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教育局举报您了。嘿，啊，没，那个。你们2个既然是侦探啊，我配合啊。是这样，就是当时学校为了辅助他学习，赠送给了他一台电脑。他休学了以后呢，这个电脑他就交到我这儿来了。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台电脑给你拿过来。好的，没问题，感谢您。2位稍等一下。好嘞，啊，好，咱们就这么给他放了，他就因为这个就跑路了，跟你说，直接出国了。 2位。 哎呀，这时间都有点长了，你看这上面都有点。他什么时候休学的呢？就是事件发生了以后，3月1号之后。2位，教育局那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网上的会议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事儿，你还有会呢，我知道了，您去开会嘛。来，得了，就这么着了。行，辛苦您，辛苦，得了，谢谢你们。好了，好，开会去吧啊！来，好，您去，谢谢。哎，有密码，有密码。 我也投他了。潘三好，爱学习。那密码就是爱学习，也许。哎呦呀！我说你厉害哇，可以，恭喜成为蜀王选中的人，配合我杀掉徐校长，我们一起完成完美的犯罪。 我确实恨他，可是让我亲手杀他，我做不到。他利用你们的钱圈钱，破坏了公平，杀了他是正义的事儿。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我会出现在看台上，吸引所有人注意，然后假装开枪，你趁机发射提前准备好的电磁发射器，杀死他。事后你还需要帮我收走一个箱子。哎，还能按。 哟，还有啊！看了张记者的报道，D房间都了解了吧 ？D 居然模仿蜀王猎杀游戏败坏咱们的，有没有看过这个 ？D 身边别人声音支持发起投票，搞坏下锤就是 D。这帮还是一帮事业粉。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汪汪狗舍再看一眼。
因为不管这个鼠王是真的还是别人伪造的，他对汪汪狗舍特别了解，而且他还知道荧光的那个标志。你得知道查理是谁的狗，什么他都知道。哎，对，查理是谁的狗？是汪汪狗舍。你看，他都知道有这个标记，肯定他对这特别的熟悉。所以是在这上面吗？哦，什么呀？哎呀，没有你一点也看不见，没有你的个儿啊。个儿高怎么了？都是他买的狗。这个是阳光嘛，对不对？它住址在这儿。那么能够被他误认为的是这只呀？对，100号的唯2的进口的纯正血统的。这个没名，匿名买的。去找西柚是100号。100号。我好像看过这个地方。我也看过，就在对面。破了，我们那边破了。侯阿姨认了。侯阿姨认了什么？就是她杀的苏网红。很可怕。全部是鼠王给他完全安排的，每一步都是他安排的，连狗都是他给他的。哎，我看过这100号啊，在哪呢？在那儿呢。新的空间解锁。就是这儿。但怎么进去呢？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回。我们来找找看，有可能会有钥匙。找到了。这家真的是你既然这样，你何必锁它呢？哎呦，真的开了！真开了！当然了。Olivia, it's you。这个男的是董。咋了？哎，侦探 ，Olivia 是董太太。啊？这不董吗？哦。所以那个狗是他家的。对。哦。哦，是董太太。哎，找到了笔记本。Olivia 是董太太。董太太。董就是摔下去的那个是吧？对，所以他今天一开场戴着黑眼镜是那个状态，他不是很开心。那他是来找真相的，还是他是凶手呢？我们可以去问他了。对呀，我直接问他了。Olivia， 董太太，董太太，查理是你的狗对不对？啊？你是不是有条狗叫查理？金毛。对。现在你的狗在哪呢？我的狗在农村。哎，他刚才正在质问着赵承旭，突然又站在这儿，当着他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去远一点的地方问他。突然被审判。他的电脑。这是地。这你老公的电脑还是你的电脑啊？不是我的电脑。这你老公的电脑。密码是我最重要的日子，结婚的日子。2007-430。开了。懂网嘛，就是懂网嘛。D号房管理。D号房嘛，一个释放天性的房间，这里拥有海量猎奇视频，偷拍女性，呸，猎杀动物，呸。
作死挑战，呸！欢迎来到狩猎游戏，游戏开始。你老公是 D 对不对？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这个，我只知道他很有钱。烂尾楼猫鼠游戏，我有个策划案，有没有兴趣合作？哎，这是新的哎。在烂尾楼设置从1楼到顶楼的猎杀模式，整个过程血腥刺激。有兴趣的话，4月30日20点30来试卷10栋2楼集市，我们一起实地考察团的。烂尾楼猎杀呀！街头暗号：大白鲨、东北虎。大白鲨。哦，就是有人约着他哎，就是对暗号嘛，一说大白鲨就是他了。鼠王到处在黑市打听，有卖大白鲨的吗？有卖大白鲨的。大白鲨就是凶手确定这个人的，是凶手跟他的暗号。啊，羿是鼠王，羿是鼠王。我觉得这屋肯定不止这么些东西。再搜一下。这。耶！单相镜。哎呦！密室。哎呦！鱼儿，狗粮。因为他也养狗嘛。荧光粉吗？哨子吗？那哨子是啥意思呢？嚯！哦，这是 Olivia， 闪亮3姐妹。她们3姐妹，一个叫兔兔好可爱，一个叫榴莲酥，一个叫 Sunrise。哦，孙小红 Sunrise， 她们3姐妹。卖头图案，被害人是小红。咱们把这个里边搜完了出去说，拿出去嘛。欧跟孙小红是闺蜜。看欧跟他们是同学。这是欧。这几个是谁呀？这几个呀？这是苏网红。这是苏网红。孙小红。哎呦，那欧真的身边的人都好多人都。朋友们，荣这里揭示了整个这个鼠头形象的来源是来自于他们童年一个被霸凌的人。榴莲酥说，那个小野穿成那样还画老鼠，兔兔好可爱说，哦，我有点小吐。榴莲酥@Sunred 说，牛啊，你一巴掌就扇到位了。Sunred 说，别说了，自从打了他，我觉得我手上都有老鼠味儿，而且他和我一样是1986年出生的，我都觉得我有点晦气。啊，我发现他最宝贵的就是那些破老鼠画了，要不我们帮他传播一下，让他清醒一点。然后榴莲酥说同意。另外一个人说，竟然有人买了他的表情包的版权。兔兔好可爱说，还不是靠我们。小红死了。小红死了，我们各自安好吧。你是？他是兔兔好可爱。我是兔兔好可爱。你是兔兔好可爱。对呀。
们再找找吧。这床底下会有什么吗？哎呀，有个鼠头啊，鼠头哎，好可怕！我来。你用的？你不知道，他不知道。嚯，欧这个，哦，你好多故事啊，我的哦。这你经常用的，你不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你家有这个。对。现在已经够盘了，盘吧。因为现在经过咱们上一轮的推进，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几个案子都是一个神秘的鼠王，然后再教唆一个帮凶去完成。对。那么下面谁来分享？在欧隐藏房间里边有一个手机，其实可能涉及到说这个老鼠形象的神秘起源，所有渊源的来源。那个证据在谁手里？现在在我手上。其实它是就是一个3个女孩，一个帮派，去有一点像霸凌另外一个女孩，被霸凌的那个女孩应该叫小野啊。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女孩叫榴莲苏，榴莲苏说那个小野穿成那样还画老鼠。榴莲苏应该是苏网红。哦。然后兔兔好可爱，刚才欧说是他，对，兔兔好可爱说哦，我有点想吐。然后榴莲苏就艾特了另外第3个女孩叫 Sunred， 就是那个孙某嘛，就是那个我那个哥们儿的那个死者，就都能对上这几个人。榴莲就说小红你牛啊，一巴掌就扇到位了，就证明他们打过他，打过小野。然后兔兔好可爱说愚人节是小野的生日，有趣。我假装不知道他对芒果过敏，给他买了一个芒果蛋糕。你们猜怎么着？他吃到浑身痒，还在吃呢。然后兔兔好可爱又说，我发现他最宝贵那些破老鼠画了，要不我们帮他传播一下，让他清醒一点。然后小红说，竟然有人买了他的表情包的版权。买的这个人就是狗老板。仿德福公司已经购买了这个红鼻鼠的这个标签，注册了它的版权，然后生产了一系列的周边。对。然后这个群的最后一条留言呢是兔兔的，兔兔说小红死了，我们各自安好吧，然后就把这个群给解散了。我们听欧说一说吧。你霸凌别人还能喊姐啊？对啊，霸凌别人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家里就是很有钱啊，我爸妈送我到这个学校来，就是让我跟我差不多的人去交朋友，其他的人就不应该放在眼里的。所以呢，苏网红跟孙小红就是我的闺蜜，我们3个人一起玩，就是对别的稍微平凡一点的学生的，就是会霸凌。啊，可能你们会觉得欺负他吧？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感谢我。啊？这说什么呢？这都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动力啊！哦，你锻炼他们。如果没有我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生在沟渠里的人，怎么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呢？哇塞，我头一回见到那个马桶长嘴里的，哇，好棒啊！好气啊，好可恨。后来小野他跑去告诉了实习老师。如果他去告诉校长什么，那个校长可能跟我们都是一伙的，他们会包庇我们。但是他很聪明，他去告诉了实习老师，结果实习老师呢就单独约了我父亲见面。我父亲回来之后非常的生气，扇了我一个大耳光。一个逼斗，对于10几岁的孩子有多大的心理伤害？我好爱上我。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我就记恨了小野。
后来我告诉他，你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我要做更过分的事情。接下来呢，我就发现了小野偷偷在网站上发布他的连载的漫画，然后我就截了一个他的漫画，做了一个表情包，就在学校群里面去散布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表情包就被注册了版权，然后就火了。后来呢，高3之后不久，小野就从学校消失了。孙小红呢去打听了一下，说有传言他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然后自杀了。自杀？哦，怎么看那个？说不仅他女儿死了，说之前还有小野子也自杀了。笔记本，何米南呢？学校论坛里边有人提到过，说不只是他，前几年还有个叫小野的人也自杀了。接下来就到了04年，我18岁，高中毕业了。然后那个苏网红出国了，我跟孙就留在了幼师。有一天呢，我就在家里了，就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外卖，而且我们是以为是对方点的。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吃，吃完了之后呢，我们俩就中毒了。啊！孙小红，2004年9月20日，死者和好朋友郝某的外卖被投毒。郝某呢，因为抢救及时，洗了胃获救。郝某啊，那是。对，他就是那个郝某。对。其实我本来的名字叫郝美欧。好美欧，很贴切。之后出现了中毒反应之后，孙在送医的过程当中死了嘛。我呢，就是因为吃的比较少，捡回一条命。但是当时这个投案的棋手熊大强说，是因为看到了孙写的这个必须按时送达，否则差评这样的一个威胁备注，所以他愤怒而投的毒。其实这件事我还要补充一下，因为我跟他是哥们儿嘛，就是这个熊大强啊，当时确实就是挣不着钱了，然后他就因为这事还大量酗酒，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发现当时他肯定送不到了，又同时受到了这个威胁差评，也许他真的就是那2个人，就是你们这2个人，他是想投毒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外卖，我们是以为是对方点的，可是他都不是你们点的外卖，我们没有点外卖啊。他1点钟去给我弟弟送了外卖，2点钟他就去给孙小红送的外卖。那稍等，我现在有另外一个想法。送给郝美欧和小红那份外卖之前，你说熊大强在给你弟弟送外卖？对。谁点的你弟弟的外卖？你点的吗？我不知道，不是我点的。那这是鼠王点的吗？外卖底袋有红笔鼠的贴纸。哦。说白了，也是在鼠王的教唆下。才形成了这一个案件。对，就是我这个熊大强变成了一个帮手。是这样，我给大家捋一下啊。我先说，我有点能理解，或者我猜测小野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说的是03年开学后不久，也就是说可能是9月份左右，对吧？对，那个时候恰恰是小野的这个引以为豪的漫画系列被人买了版权。然后已经连续3次做恶作剧事件了。咱们不知道当年的舆论是什么样，应该是挺不好的。作为这个漫画的原作者来说，不会很开心。他觉得我画一个很可爱的老鼠是我自己的代表，但是老被人拿去吓人，而且还专门吓女生嘛，不是啊？所以03年开学后不久，他自杀了。哦。03年我们把它定为恶作剧之年，恶作剧开始，小野自杀。然后04年又是3个月1次恶作剧，3个月1次恶作剧，一直做到了9月份，出现了第1次过量的恶作剧，肉桂粉过量，玩脱了。也是因为玩脱了之后，网上有一个以讹传讹，就是说，因为他恨真纺织的人太多了，所以人们希望是有一亚英雄，
来做这件事儿。对，狗老板没有想杀这个真纺织，但是恨真纺织人太多了，真纺织死了，就是哇，很希望有一个蜀王，然后正义形象出现。然后后来的这个蜀王看到了这股民意，说既然这样，那我就来做这个。英雄来了。然后9月20号是他第一次开始尝试。对。哇，聪明！我想问一下那个欧一个问题，苏网红案件帮凶就是我们刚才预测的侯阿姨，然后呢，她是全程接受了一个戴着蜀王面具、穿着黑风衣的人，无论是计划，包括用的道具，甚至连用到这只狗，都是她亲手交到她手上的。他那天穿着一个风衣，戴着红鼻鼠头套，就是把一样一样让我做的东西就都放在我手上了。为什么就是侯阿姨所用的那一套道具，什么荧光粉啊、狗骨头啊、哨子呀，全部在你家呢？这个不是应该给侯阿姨了吗？好，我接着往下说。好。孙死了之后，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改了名字，转学去了别的城市了。我改了名字叫欧利维亚。2007年的时候，我21岁，我回到了西右市，然后就开始在这个传媒公司实习。然后呢，我认识了董事长，就跟他订婚了。2007年的8月份，我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短信中的人说他自己就是当年外卖投毒案的策划者蜀王。他说，当年本来我也该死的，但是我侥幸逃过了一劫。他能在我改名换姓之后还能轻易的找到我，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厉害。后来我就想尽办法去找他，这个人到底是谁？根本找不到，他就是一个虚拟的号码。后来呢，他让我帮他一个忙，如果我不帮他的话，他就杀了你，他会让我再死一次。我没有办法，只能说决定一步一步先答应他，看他最后让我干什么啊。然后呢，他让我匿名联系汪邦狗舍，买一只金毛犬，按照他的要求去训练它，然后我照做了。我给狗狗取的名字叫查理。有一个狗长得跟阳光特别像，对，它叫查理。意外停电时，查理听到了一些声音，之后攻击了工作人员小光，切记不可让查理处于黑暗中受到惊吓。训的内容就是让他遇到黑暗就咬人是吗？查理现在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中听到哨声之后，还有个哨声，攻击并撕咬荧光目标。07年开始布局了，但是实际作案是08年1月。然后他还给我寄了一个红鼻鼠的面具和一个黑风衣。他让我在1月29号的时候把查理带到一个偏僻的公园，跟一个人交换查理。侯阿姨见到的楚王其实是欧。他那天穿着一个风衣，戴着红鼻鼠头套。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是我去跟侯阿姨教育的这只狗，然后我就觉得我被这个蜀王利用了，去杀了苏网红，下的一盘大棋呀！哇，这人很棒啊，他能看很远，这个人。他知道太多了，他是上帝视角。对。就是这帮代理的人都是要穿那身衣服，对吧？是的，是的。那些东西你还可以拿回来了是吗？用完的东西。我拿回来了，但是我自己的那个我已经烧了。你们刚才找到的那个床底下那个不是我的。咱们找的那个是董下午的时候用的那个。欢迎来到狩猎游戏，玩家已入场。然后接下来我就听到了说苏网红在家中被自己的狗咬死了嘛，然后我通过这个新闻的照片判断，我知道那只狗就是我训的那只查理。2月份的时候，我就把带回来的那只金毛送到了乡下去，给我的这个亲戚养，我还给他寄狗粮。这是阳光被他寄走。对。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个教唆犯，然后有一个蜀王替身，在这一案中是欧承担的这个角色。对，如果我不做，他可能会杀我。前期训练官蜀王线上代理人 Olivia，AKA 欧美人，开头好多。细节步骤实操者侯阿姨。
就一个是送武器的，完了一个是操作武器的，一个是告诉你打谁的。那咱们就该说说学校的那个学校的疑点了，因为学校是一切的起点。侦探其实就是说小野本身就让我们特别的错愕啊，但是你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让你有觉得有一份惊喜呢？耶，这就是那个谁吧，和的薰妮啊，你看薰妮真的是哇哦，美的呀，薰妮，很美很美很美。再给我看一眼，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吊凳儿啊，吊凳儿啊。哦，是哦，好甜呐，好甜的吊凳。然后我发现有个群，也有群。你看啊，这个群有499个人，而且叫我们都是老鼠。这个群里边有你的女儿，对，您女儿说，叔叔我呀，每天都压着大山，感觉喘不过气来了，真希望鼠王来拯救我们。这时候，下一个老鼠叫做唯爱鼠的人，说了一句话特别狠，他说只有自杀才能引起鼠王的注意。可是谁能来当这个勇敢者呢？所以妮就去了。然后这时候妮答了一句：“死会疼吗？我很怕疼。”然后大家就反正就一直在群里面聊这些关于自杀的，然后之类的，关于吸引鼠王注意的天儿。我安葬完那个薰妮之后，我看他的电脑里，我发现了这个群，然后我看到了这个聊天内容，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抑郁症啊，所以我就看完这个，我说哦，原来他是被教唆的，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的女儿是因为鼠王的这种诱导，她才会自杀的。所以然后呢，我就在网络上一直想找鼠王。我原来不是开车嘛，然后后来就发现自己打游戏也不错，就开始变成一个陪玩，所以就找鼠王是我的终极目的。因为我要杀了他，给妮儿报仇。哦，你是杀鸡啊，他的那个恨来了，最直接的。然后接着往下，他们有一个论坛。来，何美男本尊来了啊！何美男说，鼠王又要主持正义了，大家快点进去投票。我投了徐校长，薰妮就是被他逼死的，等于说，引导大家投票的是他啊。引导大家投票。因为首先现在不知道徐校长是谁提的名，不是你提的吗？不是我的。哦，你只是说投他一票。我去投了票，因为我发现居然有提徐校长的提名，我就投了票。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不喜欢这个学校，我也不喜欢这个什么腾飞班，我更恨的是因为这个学校和腾飞班让薰妮给自杀了。但是没有想到，在红鼻鼠的论坛里面居然出现了徐校长提名。我就点了，点图片这个里头的链接进去的。第一个人是我提名徐校长10万加，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很重要的就是这位潘三好，爱学习，说我也讨厌他，我投了他，但是他底下有个疑问说，他真的会被鼠王杀死吗？我们现在有非常准确的证据，基本上可以笃定潘三好是那天参与杀害了校长的凶手。然后呢，我在电脑里面发现聊天记录，在09年2月25日，鼠王本人的账号给潘三好发了信息，恭喜你成为鼠王选中的人。鼠王说配合我杀掉徐校长，我们一起实现完美的犯罪。鼠王说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我会出现在看台上，吸引所有人的注意，然后假装开枪，你趁机发射提前准备好的电磁发射器杀死他。我会寄给你超仿真的子弹，这对物理竞赛的获奖者来说并不难。
这么给形容啊，这是那个台子，台子上其实它接了2根线，然后2根线连在上面，其实它上来是不通电的。这个奖杯是金属的，然后是这样的，潘三好啊，恭喜你，这是你的奖。这时候台下那个人就会说，我让你们马上下课。然后大家出去都会看在这儿，潘三好就会把奖杯放在那个位置，这么一放。哇，这个设计高级呀！对。但紧接着就要来了，重要的话是说你要帮我收走那个箱子，然后那个箱子里边大概率装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假枪啊、面具呀、袍子啊，或者有可能是收走的那个什么装备啊。然后那现在关键问题是我们说在台下配合蜀王那个人，以我们现在对蜀王了解，他大概率其实就不是蜀王本人。对，也是又找了个线下的工具人，然后帮着操作了一下。代理人，真的代理人，线下代理人。对，不会是副校长。潘三好，电脑交到我这儿来了，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台电脑给你们拿过来。然后呢，学校很严，所有来的人必须不是本校的学生，必须要做登记。3月1日，我们在登记名册上看到了3个人，晨练、容易火、熏素都来了。所以不是容就是熏就是陈。不是我，你是干嘛去的？因为我看了论坛，我知道蜀王要出现在那儿，所以我去学校。是魏，他送早餐啊。晨练跟我们说呢，他每天都来，因为他要给这边送粥来。河里拿箱子的话，应该就只有送早餐的这位。对。来吧，说说吧。我早餐是就是这么提进去的，没有拿箱。你有箱子？全校的早餐提进去，你就提着。推一个车。是只有拿奖的这3个孩子能吃早餐吗？不是，只有你是怎么被蜀王威胁的？这个这么不好认的吗？是我。不要负隅顽抗了。怎么联络你的？因为这个人啊，我就觉得他还不错，这人还不错。你肯定喜欢蜀王嘛，因为蜀王帮你们杀了真纺织嘛。啊。他找到我。他找到你，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学校送粥，学校已经就是对我很熟了，就是他们也不检查我的那个带进去的东西了，对我疏于防范，我就把蜀王的面具、还有披风、还有一把玩具枪带进去的。传真来了。哦，这个垃圾场的那天上班的人是谁？稍等，我这边查询一下，晚点我们会以传真的形式给您发过去的。好。还有一个案子，分尸案。当当。好了，来了，传真。垃圾桶更换员，值班人员爱工作，因身体不适请假，更换为熏素。就相当于当天晚上的垃圾运送员其实是你。说说吧。就是我替了那个人班。你做了啥？你见到蜀王了吗？我没有，你那么恨他，你怎么可能跟他合作？我没有见到蜀王。我虽然恨他，但是呢，我因为想跟他见面，对，所以你知道我就必须要寄投名状。哦，你是投名状。蜀王非常可怕啊，他连我这种心思是可用的都能猜着。
比如说我是因为想杀他，然后他可以听他的指挥，所以我是收到了他给我发的这个信息。他给你发信息说什么？就让我帮他分尸。你分的尸啊？你下手是真狠呐！等于发帖不是说那个蜀王再次回归，然后说下一个锁定的是狗老板吗？然后我可能也在这留言还是怎么，反正他就回复我了，他说跟我可以有一次合作的机会。然后我心想呢，这可能是我唯一能见着他的这种方式。我就答应了他，其实就是10点半的时候到这儿，我到这儿我会发现一个尸体，然后呢，我找一个地方把它分尸。哇！分尸完了之后，在那个0点之前，这个垃圾场这个车还没有出动之前，我放到各个干净的垃圾桶里，这样它一开出去之后，四面八方的，就这个尸就已经被分了。其实我本来是想接近蜀王。结果我没发现，我按照他那要求，其实我变成蜀王了。我戴着面具，披着斗篷，就是赵成楼下见到的是你。当时那个远处还有一个人红鼻鼠走过来。我有一个啊。就是你看，从这个真死了之后，剩下的死者，我感觉全是围绕着小野。网红宠物犬杀人案，死者苏网红，23岁。外卖投毒案，死者孙小红。网德福老板分尸案，死者狗老板。私立中学枪杀案，死者徐校长，都是为了小野来报仇的。有道理。对。首先，他报复的前3个人就是当年的坏闺蜜群。3个女孩，一个帮派霸凌另外一个女孩，被霸凌的那个女孩应该叫小野。然后是那个校长小野，当时不敢告诉校长被欺负了，还记得吗？如果他去告诉校长什么，那个校长可能跟我们都是一伙的，他们会包庇我们。狗老板拿了他的注册的商标，作品名称是红鼻鼠，著作权人网德福网络公司，而且已经连续做恶作剧事件了。蜀王肯定跟小野的关系非同一般。哇哦！这就说明蜀王确实非常了解这个学校。所以学校是一切的起点。我这儿有一点疑问啊，真正的蜀王是不是学校的人？我是西柚市数1数2的唱跳私立 idol。中学嘛，在这里上学。苏网红跟孙小红就是我的闺蜜，就是一个3个女孩，一个帮派，去有一点像霸凌另外一个女孩。霸凌别人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学校唯一有一个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力，她叫做虚拟。徐校长为获得物理竞赛前3名的学生颁发奖状，好好学，攀3好，假物理。03年的西柚私立中学代表队再获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大赛金奖，是谁得的奖？有我弟弟。你弟弟是不是私立学校的？你弟弟是拿物理竞赛的那一届是不是就是小野那一届？对，是的。有照片，给他看一眼。这是哪个是小野？这个。坐在轮椅上的是他弟弟。哦，就是。我看一眼，我看一眼。这个是你弟弟。脸被磨掉了。哦，那这肯定是。真死了之后，剩下的死者，
我感觉全是围绕着小野，蜀王都是为了小野来报仇的。熊1点钟去给我弟弟送了外卖，弟弟的药被偷了，等于熊是在弟弟那拿的毒药。2点钟他就去给孙晓峰送了外卖。03年西柚私立中学代表队再获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大赛金奖，是谁得的奖？有我弟弟。他们发明了一个电磁发射器。蜀王说，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你趁机发射提前准备好的电磁发射器，杀死他。蜀王肯定跟小野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弟弟是拿物理竞赛的那一届，那一届是不是就是小野那一届？我之前一度怀疑过红鼻鼠有可能是谁，是我弟弟是吗？很像。不，但我弟弟是因为他成年之后他就瘫痪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自己出现过，他都要找人呢。而且校长这个杀的就很合理啊。上一个案子的话，他提前给自己叫了份外卖，也不是你叫的，谁会想到给他叫个外卖呢？来，等一下，因为我确实那时候一直在创业嘛，我过得也很难，为了要养活弟弟，然后呢，我就把弟弟送到了医院。然后有一次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在看他画一个女孩子。然后我看到他画得很认真，他没发现我来了，我就说呀，这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吗？他一下子非常急，准备滚，就是冲我大吼，要把那个画像收起来。小野吗？是小野吗？就是小野，对吧？你弟弟有可能就是蜀王。我们这只是一个脑洞，我们接着往下顺案子呗。还有一个案呢，坠亡案啊。跟这个烂尾楼有关系的讯息是在 Olivia 和董的房间里面，打开了一个电脑，哎，找到了一个笔记本。有一个叫易的人给D先生发了一个邀约，他就说烂尾楼猫鼠游戏有没有兴趣？他说街头暗号。大白鲨、东北虎，就是说D是被人约来的。然后第二个问询的人叫做好胆小，他说我是集市的摊贩，当天晚上戴猪面具的死者很奇怪，到处在集市上问有没有卖大白鲨的。今天 E 给了他一个新的暗号，其实故意在吊他。你过来说大白鲨，我说东北虎，东北虎。进来之后，他想去找 E， 但是 E 没有暴露自己 ，E 反而把他干掉了。对，哇。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线索是，有一个女的试图去对暗号，但没进去。问询笔录里边提到了这个人叫马楼长，有一个女的很想进来，但是报不出口令。啊！有没有人敢认这个事儿？是你。对。你为啥要来对暗号呢？不是因为4月30号的时候是我跟董的纪念日，我们就一起吃了烛光晚餐。吃完饭之后，他跟我说有急事，他要走一趟。走了以后呢，我就好奇他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有点神秘，因为前几天他忙着办那个猎杀游戏。对，所以呢，我就跟随他到了这个烂尾楼。到烂尾楼之后呢，我看他进去了，但是有人拦着我，一直在问我宵夜吃什么，宵夜吃什么。我说莫名其妙，跟我讲个什么？我说我要进去，然后他一直在问我宵夜吃什么，我就没有办法进去。马楼长没让你进。对，我就回家了。所以再后来我就被通知我老公死了。你看啊，咱们现在要盘的坠楼案也跟以前一样，咱们假设刚才推断的是真正的蜀王是一个不便行动的人，他是小躺也好，他总是需要代理人的。那么我们要找的现在唯一一个没确定或者没法认的代理人，其实是今天谁把地摔死。对。现在就是说 E 没有人认 ，E 是不是蜀王吧 ？E 是蜀王吧？ E 可能是蜀王，但是也可能是蜀王的代理。对，但是今天推人的那个不可能是他本人嘛，对吧？对啊。咱们现在所有的代理人帮凶都承认了，但是这个没人敢认。
今天又到了6点了，大家也很辛苦。我们明天9点继续，我们直接约在医院见。啊，这是医院哦。来了，来吧，朋友们，咱们既然那么怀疑鼠王是小躺，何不去医院确认一下呢？走吧，进去吧。哎，蓉呢？蓉在里头呢，已经在里边了。哎，你先来了？本来我们不是要9点钟一起再去讨论案件嘛，但是在8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告诉我他已经过世了。No， 有说什么原因吗？没有。我们先进去。哎呦，好瘦了。他画的画是风景画啊。他画的好好哦。哎，这有一个写了什么？咋了？怎么了？离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晨练。哎，别跑！啊！你杀了我弟弟！你是让他走到目标终点了是吧？怎么我提的字又在这儿出现了呢？他是你的缘，他是我的好朋友嘛。我觉得这人还不错。让我看看我弟弟。哎呦，笔记本。荣小躺。他画的画儿啊，这是小野。有一次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在看他画一个女孩子。哎，小野画的小老鼠。哦，哇，这个可爱。这是一个开心的小老鼠。哎呦，那关键本来特别好的一个寓意的，结果被那个搞成了一个邪恶的象征。哎呀，朋友们，枕头底下有他自己的一个日记。熊的那个是就投毒案。投毒的第1次。弟弟写的日记说，他们夺走了我的唯一的光，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让小野永远被记住。然后这个是恶犬伤人。现在他们开始相信鼠王真的无所不能了。他就是鼠王。存在了，碎尸案，不仅是他们，还有利用他作品牟利的奸商也必须死。校长案，纵容霸凌的人死了，他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这就是结束的感觉吗？为何我感到如此空虚？我杀红眼了是吗？往后接着杀。终于走到了这一步，鼠王出现了模仿者。我的生命随时会走到尽头，但这座城市的人们还需要鼠王，也许应该把鼠王还给他们，让他们决定鼠王的命运。这样一来，小野的作品就不会被遗忘了。他说的是模仿者出现了吗？对。就相当于坠王案跟鼠王就没有关系。再找找，那边的抽屉呢？啊，有个手机，哎，这就是我给他打的电话，18点05，这是我给他打的。
昨天晚上大家怀疑过他之后，其实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弟弟，你认识蜀王吗？他没有说他自己是或不是，都没有给到我。然后我说我来看看你好吗？他说不好意思，今天不行，我身体不舒服。他拒绝了我来看他，直到早上8点，我就接到了护士的电话。就这么一个信息吗？那边的车停呢？哎，他的电脑。登录。蜀王账号。该账号已在其他设备登录，如非本人操作，请注意账号安全。被人登了。昨天23点44分，就是11点，我们结束之后的11点。蜀王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最近一名冒充我作恶的蛆虫被处决，他的死亡让我意识到人人都可以成为我。蜀王既是一也是多，这座城市早已被腐蚀，是时候改变了。也就是说，这一条不是小躺，不是小躺发的，但是他用的是小躺的账号，他被别人冒名了。有一个很关键的逻辑是，他是自然的过世还是人为的过世？其他人为的？现在有一点极端的想法，做尸检是不是？是。没有，这不是极端的想法。我觉得应该给弟弟一个交代，做交代。喂，你好，给那个小躺做一下尸检。好的，好，谢谢啊，好嘞。那他告诉我们尸检报告会很快给我们。好。他早上配药时间是6点半到7点半，夜间配药时间是4点半到5点半，巡房时间是7点半到8点和17点半到18点。哎，有可能真的是有人动了手了啊！天哪，最近人手紧缺，护士站只有我一个人，姐姐们谁懂啊？这个房根本巡不完啊，就说明有漏洞了。你就琢磨吧，咱们昨天刚推出来，今天他就走了。那肯定是咱们中间有人。对呀，太蹊跷了。因为这几天呢，发生了非常多的新的事情，不管是我们在座的人，晚上下班之后有可能去做了什么，还有别的人，包括小躺，都可能会有人在这几天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躺，也就是说，把它叫做初代蜀王吧。初代蜀王他在完成了校长案之后，已经觉得到了结束的感觉。但是在5月1号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模仿者，终于走到这一步，蜀王出现了模仿者，我的生命随时会走到尽头，但这座城市的人们还需要蜀王，也许应该把蜀王还给他们。这样一来，小野的作品就不会忘记了。他希望的是把蜀王继承下去，而传承下去之后，2代蜀王发出了第一条帖子：蜀王听到了你们的声音，近日一名冒充我作恶的蛆虫被处决，他的死亡让我意识到人人可以成为我，蜀王既是一也是多。这座城市早已被腐蚀，是时候改变了。这就不是小党说的话了，这是新任蜀王。也就是说，他们是小躺的继承者，他们既是一也是多。朋友们，此案也许不是一个单凶了哦。多人，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在这3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了有很多人是蜀王的追随者、崇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他们把蜀王当做一个精神象征，被这个蜀王的精神所号召。首先，摔死帝的就是所谓的新任蜀王。杀帝的人，统一目标，蜀王的崇拜者，蜀王精神的继承者。我们再来讨论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小躺他是非自然死亡的话，继承这个遗志的人，他会去对他的初代蜀王，他的前辈，去动手吗？应该不会，不太会。就是我觉得杀死那个帝的人，跟杀死小躺的人绝对不是同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肯定不是一个人。杀死老蜀王的人又是一个凶手，2个案子的凶手。其实杀他的人就是恨蜀王你这个人。然后我们每个人对于蜀王都有立场。我跟大，我们2个人是坚决的蜀王支持者，狂热粉丝。还有像我们一样的吗？他应该也是狂热的吧，因为他都主动说要帮忙。我都谈不上是狂热了，我跟他是好朋友了，已经是。就是我从头捋一下我的故事吧。Finally， 终于，现在才来。我最开始是一个游泳健将。哇，这么沉的日气，果然沉得住气呀！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沙一打开，连体泳衣。然后后来是因为伤病，我就退役了。退役之后遇上爸爸妈妈的离开，我就觉得生活黯淡无光。我就觉得继承父母的遗志，为所有工友讨回公道，其实是我的一直的一个希望和光吧。然后突然阴差阳错，这个苏网红也死了，我就完全没有生活的希望了。我觉得我既然帮不了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去帮别人？然后我就开了一个粥铺，给这些在医院的小朋友呀、残疾呀去送粥。也是这个原因，我认识了小躺。我就经常去找小躺，然后后来我就把苏网红这件事情告诉他了。我跟他说我是以前这个纺织厂的子弟，他就告诉我一件事，他说苏网红的事是他干的。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呢？他说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经历过黯淡无光、没有希望的日子。他因为一度瘫痪，找不到目标，最后他找到目标了，就是用那个蜀王的名义在网上惩恶扬善，为这个西右市挽回一点公平。他说接下来我有个计划，你能不能帮我一下？然后我说什么计划？他就说了那个校长的计划。而且跳进河里，我可以很快的游走。啊，因为你会游泳，游泳健将啊。对，然后我就帮助他了。哦。然后又进一步了，是啥时候给他的？杀完这个校长之后，我就给他留了那个字条。哦。但是在4月30号有一点转机，就是他告诉我了，他说最近有人在模仿蜀王，就是帝的那个坠楼案。他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呀？然后他说这也挺好的，有人可以模仿我去惩恶扬善，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个地方我就跟他有一点小的分歧。我觉得这个蜀王这件事不能让所有人都以暴制暴。对。5月2号，我接到张的通知来这里，我其实最大的目的是想要知道谁想要抓住蜀王，因为毕竟我不想让小躺被抓住嘛。你是来保护蜀王的，他是一个卧底。哎呦！
尸检报告是尸检报告吗？来了。第一份是这个西柚市法医学鉴定中心尸检报告，荣小躺，性别男，24岁，尸体表面无其他外伤，根据尸体体内残留物确认死因为氰化钾中毒致死。氰化钾。氰化钾中毒，死亡时间为22点至 M009年5月5日0点。然后他房间里边的403物品的化学成分提取分析，氰化钾经检测样品中并未含有目标物质残留，没有含有物体残留，就说明就是有人是带了氰化钾进去，带了氰化钾进来的。让他闻一下是吧？不用闻，就直接氰化钾一丢丢，你往嘴里放，因为你所有的你看那种那谍战器里边咬破牙齿然后死亡的全是氰化钾。哦，那叫氰化钾呀。哦，学习了。对。那东西只能去黑市买吧？药店能买到吗？不知道。我把我自个儿问出来了。有病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的推论基本上已经锁到了小躺就是鼠王。对，我之前一度怀疑过红鼻鼠有可能是谁？是我弟弟是吗？假设我们中间有一个鼠王的反对者，然后他跟鼠王有一条我们不知道的仇，他把小躺干掉了。有2个人找过鼠王，对不对？他打过电话是一个固定死的。对，交接账号的那个人也需要去找过鼠王。没有，我也找过他。你昨天晚上去找过我弟弟？对，7点。哦，行，了解啊。你是7点，然后告诉他白天的事情，帮凶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模仿犯依旧没有进展。昨天晚上的时间线就在这儿了，他找过是一条固定死的。然后继承他的人去找他要过账号，杀他的人去给他下过毒。请各位注意哦，凶手不可能硬给他打一个什么东西。他有个服药的时间，凶手应该是把那个氰化钾放到他的药里面了。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放在了这个胶囊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样品当中没有任何的目标物质残留，也就是说你拌在什么片剂里面，什么都有可能，但你塞到胶囊里面就有可能不会被发现了。但放药里头，他吃药那时候他立马就死了。氰化钾很快。他说了，他写了，服用7到8小时后，药物会被吸收，开始起效，等于他有一个吸收的时间。是几点吃的？他是早晚各服1次的，也就是说，昨天的晚上这一次，他配药的时间是4点半到5点半，就是这个时间。不可能，我们都在一起呢。今天又到了6点了，然后呢，大家也很辛苦，我们明天9点继续。那如果他这个意思的就是说，他是早就把药换了的。他早上去放的。他早上我们9点之前来开会之前，他就已经把药给换了。
新的一天，大家昨天睡得好吗？好，睡得还不错。啊！哎，等会儿，他早间配药完了之后，他8点用药完了之后，他撑不到晚上见晨了呀。他们15点就死了吗？不是，他死亡时间是10点到0点。对呀，但如果你早间给他配好了药，他8点就服药了，8点服药，你下午就死了，时间不对啊。那你来回都对不上啊，前后都对不上。他有一个办法可以早上去把它配好，然后让他晚上再死亡。套2层胶囊。7到8个小时溶1层，再7到8个小时溶2层。哇哇哇塞！这合理了，就变成16个小时的延时了。对，那是不是刚好卡上了？那行，那就是早上配的药，反正那这都对上了。对了对了，不是啊，昨天早上去放的，昨天早上我们的讨论还没到这儿呢。那他便当下面的那个红鼻鼠的 logo 又哪来的呢？这是更蹊跷的事情。但是我们严格来说，我们不是应该是昨天晚上才推出来的吗？早上就去，杀鸡在5月3号形成，得知道小塔有可能是鼠王。对。因为其实是从昨天的下午小野的出现，我们才联想到小塔也入局了，是，而且也联想到小塔有可能才是最后布局的人。但是在那之前，他怎么会意识到小塔是鼠王呢？如果是昨天早上服的药，那我们就得盘前天白天发生，前天一天发生什么？第一天晚上发生什么是吗？第一天我们基本上把前2案的帮凶都锁了。对，把侯阿姨锁了，把侯阿姨锁了，我们那案没有锁，我们这案没锁。不是，是这样，大家的进度查到了帮凶存在，但是没有明确到人。他就跟小塔汇报过，所以他有模仿犯目前没有进展。哎，我们集体的意识觉得我们是昨天晚上才推出来的，但也许我们就要反过来盘凶手的逻辑，他可能会比我们早知道一步，因为凶手知道的比我们多，他角度不一样。哎，不用，我觉得不用盘这个逻辑，最简单的逻辑，他为什么去杀，就一定我们不管他通过什么方式了，他一定就是恨鼠王你这个人。我们现在就盘在当时那一刻谁最恨红鼻鼠王，完事儿。不是，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人撒谎的话，是没有人那么恨我弟弟的。对呀，他一定不会去杀我弟弟，主动去杀我弟弟。我霸凌的那个，然后他利用了我，可能你们会觉得欺负他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感谢我。啊？霸凌别人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首先，他报复的前3个人就是当年的坏闺蜜群。后来呢，他让我帮他个忙。如果我不帮他的话，他就杀了你。他会让我再死一次。我就觉得我被鼠王利用了，杀了苏望侯。有可能吗？
而且你也有生命危险。还有勋啊！但是我其实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会觉得我的女儿是因为蜀王的这种诱导，她才会自杀的。也有可能。那不是，那是我2天前是想见蜀王，是因为我觉得蜀王害了我女儿。那如果我知道了蜀王是这样子，我不让他吃了一颗药丸就死了。我只要是有距离能接近他，我恨不得拿刀杀他。我觉得其实首先从对蜀王的情感来讲，就基本上排除荣、刘、大、陈和我，对不对？陈有可能，陈不可能，他好兄弟啊！他俩不是说分歧，思想有分歧了吗？思想有分歧也不至于弄死他呀。你是怎么排除的呢？我为什么要杀他呀？我有一点啊，有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上面点了一个赞，然后投了票，而且我发动全校同学投了票。我确实对蜀王的心情我是有点吓到了。我没有想到真的我找同学投个票，然后一个校长就在我面前被干掉了。但我至于去杀他吗？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只有那个2个人有可能是勋和欧。勋的话就是他并没有转变他的想法，他还是觉得就是在女儿的这个自杀过程当中，对于蜀王的这种心理的依赖，加上蜀王的这些追随者对他的怂恿，还觉得是蜀王害死了他的女儿。从欧的角度。欧其实还是在被他威胁着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看啊，你盘欧的话，他自己是帮凶，对吧？他知道小躺是同学，我们不知道。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提前1天意识到？他就会有没有提前1天知道？那你也知道是小躺，但是他能不能在我们单号那天的推论中，勋的角度能不能意识到小躺？比欧难，因为他没有，欧是同班同学。那这个的就投欧吧。不是我，因为在之前我并不确定小躺就是蜀王啊。我知道我自己的现实，我从小确实霸凌他，然后我非常后悔，但在后来我没有想到他会找到我，让我去替他做这个事情。在这点上，我确实有被威胁。但是我确实帮他做了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再找我。但是我跟董事长的感情已经很稳定，并且我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董事长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不会再想要去联系这个蜀王。他如果觉得董事长是蜀王杀的话，他对蜀王的杀机更强烈了。对，一个威胁自己，另外杀害了自己的老公，而且那一天还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因为4月30号的时候是我跟董的纪念日，我们一起吃了烛光晚餐。吃完饭之后，他跟我说有急事，他要走一趟。行，那这个就是暂时。咱们回去好好想想，咱们来找找杀弟的人模仿犯。对。那就是刘和大。
杀地的人，这一条线上是统一目标，蜀王的崇拜者，蜀王精神的继承者，咱们都是他崇拜者。对，我们都是他崇拜者。不是这个人也可以扩散一下，也不一定非得我们俩。他俩确实非常像故意做的一个不在场证明。对。刚刚那个东西是我托你买的，对他托我买的，是在4月30号8点50到9点定制一个手机壳，然后你帮我搞一个电动车的电瓶。如果说我们两个像故意不在场证明，我的身份一定会高于他。高因为是他找你做，因为是他来找的我，我自己在这儿摆的摊儿，我是一个固定的摊贩。对，就是我从今天开门到关门，我长时间都在。但是问题又不是我，因为我也太明显了。我说一件事儿，就是说呢，你不是发现了那个楼下有什么那些机关绳儿跟那个螺丝这件事儿吗？对，啊，你看，这有点像鱼线。鱼线，之前绑过什么？刚才我想问一下，就谁说自己是这儿老楼主，在这住了好多年了？哎呀，有啊。那我是在这住了好多年了。对呀，这我不了解这构造啊。那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哪儿要去弄个什么东西？不是这东西，它就是一烂尾楼，这东西不都现的素材吗？但是烂尾楼要烂得很精确呀，你明白吗？那个东西它烂在哪儿这件事很精确。而且我有一个特缺心眼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我前边我都跟人配合好了，我50可丁可卯的，我假装我找你，说我什么电瓶车丢了，9点它正好掉下去了，就等于说这一切就感觉我特别白痴，我就感觉前面50分钟我都在跟人配合好了，现在我还有10分钟我演个戏，正好它9点就掉了。那你就需要找人给你做不在场证明，因为很简单，我们两个都需要一个不在场证明，但是我也不一定说你认死了一定是中间那一个，但我只是告诉你我身份一定高于你，是因为是你主动来找的我。他待在那儿，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不确定有没有人能给他做这个不在场证明。但你去找他是你看到一个人说他来帮我证明。对，是，所以说这个反向更证明了这个，我感觉我特别故意。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个点，就是在于，比如说你们另外一个人找我们俩其中一个人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危楼这个地方，你找我干嘛？你找他，因为他懂这个楼。我更觉得他会懂这个楼去怎么去判断哪儿去弄哪个事儿。现在这个机关还原了吗？基本上。如果你用鱼线岩石装置，对，做原石，一个尸体在高空被包裹在一个裹尸布里面，它混淆那个死亡时间。线装置扯掉之后，它一个已经死亡的尸体高空坠亡。哦，我们其实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自动延时。比方说一个蜡烛，一个秒表，什么时候做到。如果你没有自动延时，你就一定有人帮他做手动延时，要把那个尸体拽下来。朋友们，此案外边需要有人配合。有一个人在楼外嘛，对吧？那很简单，那双凶的逻辑的话，你这就很好认了呀。就是你是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再找第二个了。对，你肯定是一个。干嘛呢你？因为如果是单凶，肯定就不是你。不要这么说，我不跟你是哥们儿了，咱俩3月份才认识啊，刚认识1个多月，也不是什么哥们儿。只不过就是因为咱俩喜欢数翻车吧。这小船全给他甩。如果盘单凶逻辑，你虽然很明，但是不太好认。是。但如果是双凶逻辑，关键难点是在找第二个。是啊，所以你可以认了，但是我不能认，因为我没干这事儿。你逼良为娼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能说出这句，那你们猜猜我的队友是谁吗？我说不出来。就是说，咱们虽然说穷，但是咱们有骨气，知道吧？不能就是说把我真往里放，我没干过这事儿。关键的问题在于，你做这个延时装置，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定是一个手动。就这2个人同盟是楼外的人给你做一个时间差，保护楼里动手的那个人。
集市每天20点到22点开放，当天人来人往挺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其实刘就有嫌疑。其实刘跟大的嫌疑是一样的，唯一就是大稍微多一点，是因为刘是被动的，因为如果没有大去找刘的话，刘就没有这个时间点了。咱们就是先别聊他俩了，就是咱们再说外边那个人，咱们再谈一个可能性，好不好？就是外面那可能性，不管他是帮刘还是帮大，我排除勋跟欧。杀小躺有嫌疑的人，在这个事儿就全没嫌疑。对，绝对没嫌疑。所以凶手是爱蜀王，而且呢，跟楼里的这个人，不管他是大还是刘，是有同盟且想保护他的。基本上就是和陈、荣这仨嘛。对，外面的是我、陈和荣其中一个。不，我说一下，不是我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儿跟小躺发生那个矛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有一点小的分歧。我觉得这个蜀王这件事儿不能让所有人都以暴制暴。我不会模仿他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你没有模仿他，你是把模仿他的人干掉了，这不是一样吗？我说一下，不是我的原因，因为首先第一点，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楼。而且我是一个18岁的叛逆少年，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不可能成为新的蜀王。为什么不可能是荣？完全不可能是我，我就用一个证据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是我，因为我当知道说蜀王投票说下一个要死的人是苏网红的时候，我特别害怕的拿着那个投票去找苏网红，跟他说，哎，这个很危险啊，你赶紧停播，赶紧停播。对于我来讲，他是不是正义的化身，在我这儿其实没有特别重要的，我不是他的一个崇拜者。我觉得荣唯一的一点可能隐瞒的就是他比我们更早的知道了弟弟的事情。是蜀王。那行，那就是头两案3个凶手，一定3个凶手。肯定侦探说的对，杀小躺是一个，杀这个弟的是2个。投票吧，加油！加油！投2个案子是吗？一定3个凶手。杀小躺的凶手肯定就在我和欧之间。那我自己我知道我不是，那就应该是欧利维亚。我先投一票。每个人的抗辩能力都好强啊，已经成功把我绕晕了。先把第一票投给他吧，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那就是他。比较好锁的就是杀小躺那个人，因为我们有这个动机，能比所有人更提前意识到小躺是蜀王，并且还恨他的人太少了，只有欧利维亚跟迅速。杀小躺的是勋还是欧呢？按照欧的视角，他其实是早就可以知道弟弟跟他是同学，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怀疑到小躺是蜀王。我觉得这个人在我心中更是欧利维亚，他有杀夫之仇，另外一点，他本身也是之前霸凌事件当中的一员，相关的人都已经被蜀王动手干掉了，他现在其实也是岌岌可危的，所以他很有可能动手。欧利维亚，先锁一票给欧利维亚。
Olivia。我把第一案的票挂给我决定投给欧里维亚，我要投的是欧。欧。如果是你，你会跟谁合作？我犯不上跟任何人合作呀。除了你们俩，有谁对这里最熟悉啊？要说更熟悉是他比我更熟悉一点。对我比他更熟悉，但是我会更不方便。要钱我投。我老说一步错步步错呀，别老瞎投我。接下来我来投杀害D的凶手，我认为是双凶。首先是屋里的2个，其中一个是大宝贝，一个是流魔王。大宝贝是主动去约的流魔王，所以我是觉得他从动作线的这个主动性上来讲，他其实更接近。那么跟大宝贝一起配合的凶手是谁呢？一个是蜀王的姐姐，一个是蜀王最好的朋友，他们2个都有强烈的动机去保护蜀王，所以呢，我不犹豫，就是我的直觉。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外面的3个人，我自己当然知道我自己不是啦，那就是何和陈。那相对于何来讲，他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只要去剪掉一个鱼线，就可以去成为光荣的蜀王的一族。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何。好。首先，我不可能投我自己，由我先给弄了。能配合刘的，那荣很精彩。他跟他弟弟这么多年，就一点不知道吗？容易火。第2票，大家可能觉得不会是他的，我觉得嫌疑非常大，就是荣，因为他也许撒了一个谎，他是最早知道的，并且他还是他的姐姐，所以这票投给他。第2案的票投给大宝贝。我觉得楼里面的应该是流魔王，因为流魔王在楼里待的时间比较久。楼外的人，我知道我不是，就是荣和何里面要2选1。我觉得杀害D的凶手一定是一个双凶的一个配合，只能跟着直觉投了。从寻找不在场证明的这个点来说，大的嫌疑是要比刘大的，因为他是主动去寻找不在场证明。但是呢，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他们是一个双凶配合，他们不管是谁都在楼外有一个同伙。其实这个不在场证明是他的同伙帮他制造的，所以他们2个人只要在9点以前回到这个2楼，不在场证明是根本就不缺的，所以投给。然后就是楼里楼外的这个搭档了，也就是2代蜀王的继承者，容易火相对比较好排除，就是因为他对于蜀王的这个认知是我们里面最模糊的层面。虽然他一直是小躺的挚友，但我总觉得由他来继承蜀王的遗志是有点牵强的。从这个角度，在陈和何米之间，我很艰难的选择何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太难了。有一种这调啊，不祥的预感，主要是不祥的预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会这调的人可显岁数了。
来，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在第12案中，谁是杀害小躺和 D 的真凶呢？杀害小躺的案件，8个人，除了欧利维亚投给熏素以外，其他7人全部投给欧利维亚。可以，要不说您是铁打的。杀害 D 的真凶，所有人都投出双凶，一共投出了4种组合。哇！天哪！那我先摆大呗，我看看。你跟谁？我就是变成您了。对。你跟谁？你跟谁？对，来，我看看我跟谁。来，就是大或者刘配我们仨嘛。 4种组合分别为：大宝贝啊，与何敏。得嘞，合作愉快。我们俩啊。大和。大宝贝与荣一虎。哎，得。哎，您看看。没有。大荣上分。大荣了。哎，大荣了。哎，好。刘魔王与何敏。哎呦，你好。哦，居然不是所有人都跟我合作。刘魔王与荣一虎。哎，怎么还有这组合？这组合呢？我很想知道这个组合是谁投出来的。我说的啊。没事，我觉得这样特别精彩。就是说，你弟弟本来就有点瘫痪的，然后你光机你早就认识出来，然后就显得特别的抓马。抓马。获得1票的组合是大宝贝与何敏。1票。我把第2案的票投给大宝贝。还有第3个人啊，第3个人好难投啊。我投给何。刘魔王与荣一虎。也是1票。我们也是1票。对。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大宝贝与荣一虎以及刘魔王与何敏2种组合当中。你们俩一组，他们俩一组。 2种组合中，票数更高的一组组合。我觉得楼里面的应该是刘魔王。楼外的人，我觉得只有我跟何跟荣一火。我觉得我更愿意相信是何。所以呢，我不犹豫，屋里的就是我的直觉，大宝贝。大荣上分，只能跟着直觉投了。里面我给他，还有一个我觉得嫌疑非常大，就是荣，他是最早知道的，并且她还是他的姐姐。楼里面投给刘魔王，楼外那个人是在陈和何敏之间，我很艰难的选择何敏。大说的有一点我是很赞同的，相对于他来讲，刘是在烂尾楼生活了很久的人，比他会更加了解这个建筑，就是刘。外面的3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陈，还有一个是何，所以我把这票投给何。好，刘魔王与何敏4票。 4票，
3位请进铁笼。凉凉。朋友们，等着看真凶。来，老师们，等着看真凶逍遥法外。有人对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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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究竟是不是2起案件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杀死荣小躺的真凶欧利维亚。我就是本案的真凶之一，我就是本案的凶手何米南。成功！哇！演！哦，终于赢了我！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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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厉害厉害吧！哇，太难抓了！真的太难抓了！哇，太狠了！3票，漂亮，很棒哎，很难赢哎，可以的，真的很厉害。哇，最有成就感的一次，很棒很棒。我可以告诉你们关键性线索。你说。你们首先猜谁是新的那个蜀王？您啊，你对，刘，我俩都是。所以说他是说可以是很多人。然后关键证据是，仓库里面的电脑有一个暗网的地址，你会看到有一个登录，就是蜀王的用户名，然后登录的密码是一个非常长的8位数字，是我和刘的生日的和。天哪，这打死都猜不到啊！这个 OK， 再见。其实我一直隐瞒了一个点，是我对蜀王的感情。我非常的爱他，对，因为我恨甄纺织，你们都忘了，他害我爸爸入狱了。啊！苏有钱和甄纺织这2个人联手起来，把锅推给了我爸爸。你知道吗？这个案子的主谋是我，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是我找的他。哦，我最后还是因为刘对那个楼环境熟悉，我也以为是。好嘞，送上勋章。好棒，好棒！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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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谢谢。我给你们发来，3耶耶，勋章勋章哦，谢谢。觉得特别酷，没有了，没有，觉得我很尴尬啊，极其尴尬。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全线新装升级的舒肤佳健康净护沐浴露赞助播出，谢谢。去屑护头皮，当然海飞丝。本节目由海飞丝赞助播出，谢谢。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谢谢。好了，谢谢，谢谢，吃火锅喽！吃火锅喽！来吃，快吃来。走了，走 ，Let's go，走吧，吃火锅去吧。啊，太厉害了！哎呀。勇敢的侦探们，面上正义，追求真相，为正义服务。走了很长的路以后，你发现要找回那个最真诚的自己。希望大家相信明天会更好，把我的有生的每一天过得精彩，带着爱意，奔赴更广阔的山海。
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思君。今天同样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郭慧法官，大家好，大家好；李佳琦法官，大家好；和杜素娟教授，大家好。那本期的合议庭，我们将会从网络暴力、老赖现象等话题聊起，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第12案现在开庭。那本期所涉及的案件较多，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对案件的凶手进行定罪量刑了。但是故事当中仍然存在着多个犯罪行为。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红笔鼠的创作者小野曾经历了严重的校园暴力，在学校期间自己的作品遭到了歧视，最后呢，作品流入社会之后被恶意使用。而这其中涉及到2个话题：青少年霸凌以及网络暴力。老师们会怎么样看待？近几年来，校园里面学生之间的一些霸凌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普遍关注，确实需要引起我们各方面的普遍重视。要解决青少年霸凌的问题呢，可能也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所以，首先明确一点，这青少年霸凌它的危害后果很严重，极有可能会构成犯罪。我们国家的刑法对于青少年犯罪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有非常完备的规定。已满16周岁的是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当然不满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已满14周岁到16周岁的是限制刑事责任年龄，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的，要负刑事责任。那么根据最新的刑法修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实施特定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犯罪，情节恶劣，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也要负刑事责任。另外呢，即使他的刑事责任年龄没有达到这个法律的要求，他也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根据刑法的规定啊，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要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呢，还要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另外，根据民法的规定，你如果这个霸凌行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者有其他的侵权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这个实施青少年霸凌，首先要明确一点，它的法律后果是很严重的，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那么，要预防青少年霸凌，要改变的这个青少年霸凌时有发生的局面，我觉得各方面也要共同努力，特别是校园，这个学校在发现这个霸凌现象的时候，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及时报告。相关的法律法规里面有相关的规定，不能置之不理、听人不管。是的，就刑事犯罪这个层面而言呢，青少年霸凌主要是2种表现形态。第一个层面呢是物理上的损害，就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一些殴打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精神上的一种伤害，比如说网络暴力。那么网络暴力呢，多数情况下主要体现就是一种侮辱啊、损害啊，一种言语上的、精神上的霸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暴力有从网上向线下传播的，或者说网上网下相结合的这么一种态势。很多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网络上的霸凌暴力行为，通过网上的暴力，线下去找到被害人，实施物理上的侵害，就是故意杀人啊、故意伤害啊，甚至是一些强奸呀、或者猥亵的一些行为。我们现在都有法律来进行规制，制止青少年霸凌。首先，最大的责任人是谁呢？青少年的监护人以及他所处的校园，或者说他所身处的单位啊，这么一个组织啊，哪怕是一种无业青年，那么他所处的这么一个社区，或者一个村庄，那么都有相应的责任去规范、去规制这些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比如说，一个学校的校长没有尽职尽责、很好的履职，导致校园发生学生被性侵，这是一种典型的校园暴力。很有可能这个学校的管理者呀，它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那么有可能触犯相关的渎职犯罪，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仅暴力霸凌的实施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管理者也有可能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是的。那我也问一下杜老师，怎么来看待青少年霸凌这样的校园事件？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作为老师，我比较习惯于看到它背后的一个教育问题。可能霸凌者和被霸凌者都处于同一种教育的一个缺失，那就这些孩子他都普遍缺乏一个自信的培养，还有一个呢是安全感的培养。在霸凌者背后，普遍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个自卑、怯懦、
没有安全感的自我，因为他自己是很自卑的，是没有自信的，他往往会结成团伙，然后采用暴力手段，通过征服别人、攻击别人，然后得到一种非常虚幻的自我力量的一种体验，然后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一个印证。这个就是很多霸凌行为背后你会看到的一个现象。那同样的道理，你会看到被霸凌的孩子，他也会有这个特点，没有足够的自信，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他们会通过讨好别人、祈求别人，试图通过别人的接纳来印证自己的一个价值。那所以他们比较能够忍气吞声，他们是不告诉自己的家长的。比较自卑的孩子，他比较容易落单。落单以后呢，我们又缺乏一个独处教育，就是我们认为一个孩子落单就是你很无能啊，或没有能力啊，那会加重他的自卑。在这个面对霸凌面前，他们往往是没有勇气去告知，更没有勇气去反抗的。我们经常讲，教育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培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还有我们家庭、学校都要给予孩子充分的一个安全感。这个就是一个系统性的教育工程。其实，在霸凌现象背后，我觉得家庭、学校、社会都是有责任的。孩子要自信，他是需要得到情感满足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他得到一个信号，我很珍贵，家长会给他这个信号。第二个是他不断的被欣赏和认可。但是我们很多家庭当中，有的是孩子是被漠视着长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否定式的长大。就是我们的家长为了激励孩子进去，往往会用鞭策式的教育对他说你不够好，你很糟糕，这些其实对孩子的自信都是摧毁性的。但是我们的很多老师和家长，他们都会认为鞭策式的教育方式是一个对的方式，其实这个代价很惨重。我们在分析青少年霸凌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单单分析青少年本身，还有他整个的生存、学习啊，以及生活的环境，然后从中找寻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才能够全面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刚刚说的网络暴力问题，其实也是大家经常会聊到的热点话题啊。的确，语言文字是文明的产物，但是语言文字看上去很轻巧的这些东西，一旦失去了管制之后，其实对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巨大的。对。一般来讲呢，这个网络暴力啊，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的这种言语暴力行为。通常的表现呢，就是涉及到一些侮辱啊、诽谤啊、侵犯他人隐私这一类的这个侵害行为，或者说通过这个网络途径、网络空间对他人实施的这个骚扰。那么这种网络暴力行为呢，一般来讲可能会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权、隐私权的一些合法权益。首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民法典啊，这个有明确的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这个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来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权。但是如果它的性质很严重或者后果很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网络空间呢，它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网络暴力这个人的身份，你可能是不明确的，他可能是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另外呢，网络空间的这个信息的传播的速度又很快，扩散的这个范围又很大，所以呢，这个网络暴力行为往往会造成比实际生活中存在的这种言语暴力行为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对于一些危害后果严重的一些网络暴力行为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主要是刑法上的这个侮辱罪和诽谤罪，有很多这个实际的案例。那像这个故事里边，网络暴力的这个施行人啊，他的行为也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如果符合刑法规定的侮辱罪或者诽谤罪的构成要件的话呢，应该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来追究这个网络暴力的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网络上发生的这些侮辱啊、诽谤行为，由于这个受侮辱和受损害、受诽谤的人，他可能基于自身的原因难以做到取证。那么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啊，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履行调取证据的义务，在各个维度的制度层面上，确保这些通过网络的侮辱和诽谤行为能够被依法惩处。也请问一下我们杜老师，就是站在您的角度，认为这种网络暴力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分两种，一种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他往往是带有一种恶意的。那么他人为的去捏造，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带有犯罪心理色彩的一种行为。大部分加入者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局限，网上的信息很多时候是有信息差的。如果一个人的理性的能力比较差一点，或者说思维能力不那么强大，他就比较轻信，就会盲目的卷进去。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但是很多时候网暴很复杂，是因为很多跟从者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他以为他在谴责一个错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大家在网上发布言论一定要谨慎，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可能不是事实，所以如果我们盲目的被卷进去的话，我们可能就变成了帮凶。要避免我们成为无意中的加害者，我们要做到什么呢？3多1缓，多思、多闻、多问，多考虑一下，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不同角度的、不同维度的，或者说不同渠道的一个观点，缓一点下结论。也许你过了一个晚上，你会发现这个事物可能会发生180度的转弯。我借用那个《简爱》里面的一个小情节啊，简爱小的时候，她在一个寄宿学校里面遭到了误解，老师当着80个学生宣布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坏孩子，简爱就觉得活不下去，她身边的好姐妹叫海伦，就告诉了她一句话：80个人不是全世界。所以后来我也经常用这句话去鼓励遇到这个问题的年轻人，我也用这个鼓励我自己，就是我们往往在遭遇网暴的时候，会把局部当成全部。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攻击你的人有可能总是少数，而大部分人其实他是不发声的。但是由于我们能够看见的只是在攻击你的人，我们会认为那是全世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在理性上知道，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否定你。第二个，我觉得不要试图自证。遇到网暴的人，他就会试图去自证，但当你去自证的时候，其实你就陷入了对方的游戏规则。当然，第3点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要向法律求助，要尽可能的学会保留证据，然后诉诸法律。我们在遭受到网络暴力的时候，应寻求司法机关或者公权力机关的帮助。网络暴力行为本质上呢，它是对他人的一个人格尊严和名誉权的一种侵犯。但是实际上，一些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可能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一个侵权行为，它有可能会危害到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了有利于这个网络暴力的被害人呢，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更好的打击这种网络暴力行为，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对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进行修改完善。比如说，根据这个刑法修正案，我们对刑法做出了修改，对侮辱罪和诽谤罪的这个起诉条件做出了修改。对这个证据收集程序做出了修改。刚才国会法官也介绍了，增加规定了刑法第246条第3款，对我们这个有效的惩治网络暴力行为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法律武器。另外，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做相应的努力。我们最高法院在2023年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还专门出台了一个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一个指导意见。对于这个网络侮辱诽谤行为提起公诉的一些条件和程序，对于公安机关协助这个被害人收集证据相关的一些要求，都做出一些明确的规定。我们在不断的这个修改完善，也给这个被害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效的打击这个网络暴力行为，提供了很有力的法律武器。所以说呢，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对于通过网络暴力行为侮辱诽谤他人的被害人，如果要进行维权，至少有2种途径。那第一种途径呢，就是如果网络侮辱诽谤行为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那么被害人呢就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去报案，由公安机关来立案侦查，由检察院、检察机关来提起公诉，来追究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第2种情况下，如果网络暴力的侮辱诽谤行为呢没有达到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法院来立案，来进入审判程序，来追究这个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个被害人自己提供证据确实有困难，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呢就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协助来调查取证。那除了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网络暴力和青少年霸凌之外，同样在我们的这次故事里面，西柚市纺织厂倒闭后拖欠工人工资并携款跑路一事呢，也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里也想请各位老师聊一聊对于老赖行为或这类事件的一些看法。其实最规范的说法或者法律意义上的老赖，其实是指人民法院确定的失信被执行人。这些人呢，就是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具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抗拒执行等法定情形，然后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的这些人。区别于失信被执行人，可能还有其他的一类被执行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很多的侵权案件里边，比如说驾车撞人，他要承担这个高额的这个侵权赔偿责任，他可能想去这个赔偿落实这个侵权责任，但是呢，他本身的经济能力有限，
所以要解决这类的问题呢，可能还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措施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对于老赖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国家法院系统也一直非常重视，我们一直想解决这个执行难的问题，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相关的法律呢也有非常完善的规定。对于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这些赔偿的义务人，当然可以向人民法院去起诉，要求这个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强制这个义务人来履行债务。那么对于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后，仍然不履行这个债务的这个组织和个人呢，可能就会遭受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一些制裁措施。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是一个强制性的义务。那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呢，一方拒绝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审判员呢，也可以直接的移送执行员去执行。另外呢，这个民事诉讼法等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还规定了对于这个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确定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这个义务人的一些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呢，可以采取限制出境，可以在征信系统里面记录，或者说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另外呢，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明确的规定，被执行人如果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除了对被执行人来进行处罚之外呢，还可以根据情节把它纳入施行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呢，向其所在单位或者说征信机构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构进行通报。那么如果这个被执行人呢被纳入这个施行被执行名单以后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不利的后果，比如不得乘坐飞机的头等舱，不得乘坐列车的软卧那么他的子女呢也不得就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也在限制高消费。违反规定的呢，还可能会被处以罚款、拘留等这个处罚措施。另外，根据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啊，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严重的呢，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老赖现象的出现呢，可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法律问题，它跟现今的整个的我们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也相信啊，这个随着社会诚信体系越来越健全，老赖现象呢应该也会越来越少的。刚才嘉熙法官介绍了我们宪法中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就这个故事里边的行为的事实和性质来看啊，还是很恶劣的，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即使是破产，像工人的工资、保险、这样的相关的款项啊，属于优先保障的对象。就是更不要提你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而又携款潜逃，那么属于典型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显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我们故事里面还看到，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可能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之外，在故事里面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今天这个虚拟故事里面有一个鼠王，这个鼠王呢成为了一个惩治犯罪的标签，但是整个城市呢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呢愈发的陷入了混乱，并且随之产生了许多的群体暴力。那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暴力发生，老师们有着怎样的看法呢？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暴力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示范这个效应，会引起一些极个别人的模仿行为。我们看到一些电影里面，比如说蝙蝠侠、哥谭市的这种黑暗的这个犯罪现象，特别是有时候暴力行为还被披上了一些虚伪的外衣。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出现了这种群体暴力，当然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现象，必须要加以避免。那么，如何防止这个群体暴力发生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加强法治教育，加强普法宣传，在全社会要形成一个严格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这么一个法治氛围。就是遇到这种矛盾、遇到纠纷的时候，要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而不是去模仿别人的暴力犯罪行为去解决。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严格落实法律责任，落实罚没制度，不要让这个暴力犯罪的行为人通过犯罪，有利可图。严格的落实相应的一些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防止暴力行为人呢从犯罪行为中受益，避免形成一种示范效应。我们这一期里边提到这个群体暴力，就是随意的去损害、侮辱他人，通过肆意的发泄暴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来实现所谓强者对弱者的一种压迫，我们应该极力反对。我觉得就是预防群体暴力这种现象发生的话，还需要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下这个群体心理，
他们的这个社会心理，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现象，它往往都是资源比较少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的成长背景当中，他们体验不到我们很多，比如说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然后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所体会到的那种知识的力量、理性的力量，他们能够信赖的往往是最原始的东西，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可能只相信自己的拳头。今天呢，案件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一季的合议庭也一同探索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话题。大侦探的故事仍然还在继续，而惩治罪恶、追寻正义是我们永远不变的选择。那再一次感谢来到大侦探合议庭的每一位法官，谢谢你们，谢谢老师们的分享，谢谢。那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故事，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大侦探合议庭，我们下一季不见不散，再见，再见。再见。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欢迎大家来到大侦探第9季的收官晚宴。这一次的收官宴呢，我们主要是盘点火锅什么时候开。好快，这个玩法又完全不一样了，好精彩啊！好烧脑，脑洞很颠。侦探们啊，齐发癫，创造了无数的欢乐名场面。以为海水可以帮我们降温，没想到更热了啊！这不是贝德，这是靴子。Good, I want you。做这个脚，哎，大家好。我们呢？我去你的！没事，有之前的疯人院垫底，我看什么都已经淡然了。各位觉得最颠的角色，人参娃娃可能算最颠的了。我说老舅泡老舅就已经很离谱了。容巴拉可以在我心中颠封神，主要是薰衣草一坨沙。我很颠。他说你们都应该叫我奶奶。还有我跟我的小狗，你有期是狗啊？对，咋没碰上我这个刘医生呢？去你的！哟 ，AK。那请问一下，本季唯一封神的侦探是谁？是谁？毛遂自荐，可能是我。我就喜欢听你们这种自夸的。我们要揭晓获得荣耀侦探的荣誉称号。他极其专注，而且极其能够探寻真相。不会是？我真的吗？真的吗？承让。今天故事感受还蛮好，整个世界线的连接，它是一对少男少女的情感连接，一直到最后所有围绕他们的身份被卷入其中的整个故事线，是我很喜欢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感触比较深的一个点呢，其实是环境污染造成了纺织厂的这种污染，造成了我弟弟的生病，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的生病，也造成了很多人的失业、无家可归。
小的不懂事儿，他被损害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我觉得作为女士，我建议是不要害怕。我觉得很多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被霸凌的那个人一定是害怕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不要害怕，要相信法律的存在，相信公义的存在，要勇敢地说出来，要克服自己害怕的这个心理。法律的武器。整个故事还是有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起源哈，反正出自于像校园霸凌这样的故事。那长达很多年之后，其实我们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属权，代表着一大部分底层人的一种愤怒，就在这个城市资本的一些不良的运转，然后包括一些鞋子的外包，最终这种泥潭中。系列的案件造成了很多人的生命的失去，家庭的破裂，然后也在造成了更多人去模仿他，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的混乱。大家都认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公平是对的，没有坏人觉得他就是坏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方式或者自己心目中的公正是有道理的，法律自然会有一个评判。我还是希望大家还是相信法律，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天地自有公道，对不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 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